穿越求生世界，开局每人一座木屋避难所，分的却是露天大别墅。正当所有玩家全力升级庇护所时，而你直接开启躺屋版。你睁眼一看，露天大别墅是真露天，只有几棵树杈和一堆破石头。我靠，这是给我干哪来了？昨天不是还在洗脚吗？怎么一睁眼整上荒野求生了？就在这时，眼前出现一个面板。蓝星人类，欢迎来到生存大陆。以下几点关乎尔等性命务必牢记：一、全力升级庇护所，这是你们存活的唯一方式。二、夜间极度危险，切勿外出。三、你们拥有7天新手保护期，结束后每7天降临一种天灾，首轮天灾为极寒天气。四、每个区域共有20万人，下月1号将开启区域生存竞赛，排名前2万名可存活。五、手上的戒指会为你提供储物、通讯、交易等功能，请自行查阅。储物空间内已存放基础物资与零食，每人限用1枚，请尽快觉醒。这时小木突然反应过来，我的腿怎么断了？让我求生，哪怕给根拐杖也行啊！先想办法活下来再说。想起刚刚提及的庇护所，环顾四周，除了几棵树和一堆石头，压根没看到像庇护所的东西。这破玩意儿不用我推，一阵风吹过去就飞，明明可以直接让我死，偏偏还弄3根树干意思一样。小木疑惑地触碰戒指，意外打开储物空间，零食便出现在手中。我去，这是什么玩意儿？检测到宿主之前洗脚加断腿，奖励3S 级天赋强化万物。使用天赋可对任意物品进行品质强化，强化1级概率100%，强化2级概率50%，强化3级概率10%，最高可强化至神话级别，无使用次数限制，但不能对同一物品重复强化。美真人，童子不就来了吗？直接原地起飞，这哪是天崩开局？正当小木沉浸在狂喜之中，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蓝星残灵，竟敢违抗规则，不乖乖融入生存大陆，找死！话音刚落，一缕金光附在小木胸口上，天赋封印完成，天赋等级降至 C 级。小木顿时慌了，赶紧点开个人信息，气得直接跳起来破口大骂：你大爷的！您可真是大善人，知道我受伤了，还特意给我劈倒几棵树，谢谢您嘞！小木无奈地拖着伤腿想动去收集一些木材，结果刚走几步就被什么东西拦住。哪个缺德玩意儿把箱子藏在这儿？抬头一看，发现绊倒自己的是个铁箱子，只露出一个尖角。发现黑铁宝箱，是否开启？开！等等，先不开。小木突然想起自己的天赋，赶紧发动强化万物技能，强化成功，获得白银宝箱。我真是个天才，嘿嘿！看来我是欧皇没跑了。随着宝箱开启，一道银色光芒弥漫开来，小木紧盯着箱子，生怕到嘴的鸭子飞走。是否拾取？拾取。小木随即打开储物空间，宝箱中的宝物果然都在里面了。这功能还真是方便，取出第一样物品。农夫3泉500毫升24瓶，倒也不错。看看下一样，原址制作图纸永久，要升级小木屋制作台才能生产。行，也还凑合。继续，召唤令牌品质稀有，可召唤人类或生物为你效力，可能是农夫、战士，也可能是猫娘。紫色稀有品质。出货了！美真人，猫娘是我想的那种猫娘吗？继续。铁斧品质外表生锈，战力加13%，伐木效率加12%，耐久归零物品直接报废。可惜我现在腿受伤，根本用不上，看来只能拿去交易了。看看最后一件物品有什么好东西。原体鸟铳品质卓越，弹药无限，五虎起飞。看来老天怜悯我，送了把超级远程武器，真想试试，可惜附近没看到什么动物。小木收起武器，刚才摔的这一跤也打消了去收集木材的念头。对了，我召唤令牌还没使用呢。于是取出令牌，再次发动天赋技能。警告：同类物品不可重复强化。还以为能无限套娃卡的 bug， 这系统可真鸡贼。召唤令牌使用成功，获得稀有品质战士。紧接着，一道耀眼的白光骤然亮起，全民穿越求生世界，开局每人一座木屋庇护所，而你却是四处漏风的大别墅。就在刚刚你发动天赋技能提示错误时，面前一道耀眼的白光骤然亮起。这是什么？见过主子。真空豹稀有，所属葛小木，等级1，战力400，速度800，攻击属性较高。这下安全感拉满了。申公豹先去帮我把那些木材收集回来。遵命。小木则慢慢将刮倒的木桩扶了起来。主人全部运回来了。分解获得雷击木稀有+8，木材+10，建造2级庇护所需木材30单位，茅草40捆，还差一点木材就可以升级茅草屋了。申公豹，你再去收集一些木材回来。好的，主人。再不住进庇护所，以我现在的状况，随时都会感冒发烧。小木刚收集了50捆茅草时，申公豹也扛着一堆木材回来。分解获得35单位木材，是否建造2级庇护所？确认。建造完成，本区域第6名，建造2级庇护所，奖励木质宝箱1个。嘿嘿，看来有申公豹帮忙，的确快不少。升级庇护所等级3，所需条件：木屋建造图纸，木材80，茅草80。升级材料还差不少，申公豹再去多砍些木材来。遵命，我会尽快收集木材。小木紧盯着木头宝箱，抬手发动天赋技能，强化宝箱。强化成功，获得黑铁宝箱1个。果然强化1级才是常规。打开宝箱，获得木屋建造图纸+1，面包+5，雨衣+3，皮甲精良+2，火炉+1。哟，真是及时雨啊！这么容易就拿到木屋建造图纸了。申公豹先吃点东西吧，待会再去。谢主人。
吃完东西，申公豹便继续出去收集材料。此时，小木点开系统面板，时间还剩5个多小时，希望今天能再升一级哦。还有世界聊天频道呢。爸妈，你们在哪里？我是徐坤啊。儿子，我是你妈妈，快叫妈妈。谁有吃的东西，我用100万现金交换。楼上沙雕鉴定完毕，现金有屁用，擦屁股都嫌可以。小木见都是些无用的讯息，便穿上雨衣继续收集草。正当小木全力搜集茅草时，经验+1，经验+1，经验+1，一连加了10点经验。这时申公豹回来了，小木急忙站起来看向申公豹。申公豹，你没事吧？主人放心，我没事。几头黑熊想要偷袭我，被我全杀了。小木立即将地上木头和黑熊分手，获得10单位熊皮，56单位生肉，12单位骨头，58单位木材。天快要黑了，你再去收集2个半小时就回来吧。说完，小木继续收集茅草。时间如白驹过隙，申公豹赶在天黑前回来了。小木打开储物空间盘点物资，算了算升级庇护所还差不少材料，于是点开交易频道交易了一堆物资。小木发现了一枚特效治疗药丸，可对方要求交换一把精良级武器。吃了这治疗药丸，我的腿应该就能痊愈。你好，我想换治疗药丸，但是只有精良皮甲可以吗？当然可以，皮甲可比武器值钱多了，我不吃亏。随即小木就交易了过去，拿着药丸将今天最后一次强化击毁任务。强化完成，获得强身健骨丹卓越。美这个，我真是欧皇附体，1天2次1/1000的强化，先看看都有什么功效。强身健骨丹品质卓越，提高身体素质，同时具备疗伤功效。另外，吃下它提高肾功能，它好你也好。这对吗？再说了，这荒野求生就只剩5姑娘。小木拿起丹药吞了下去，紧接着一股剧痛从受伤的腿传来，小木两眼一黑倒在地上。等再次睁开眼，受伤的腿已经痊愈。升级材料已收集够了，先升级庇护所。成功升级庇护所等级3，您是本区域第1名升级，奖励青铜宝箱1个，并且已在世界频道进行通道。下一秒，世界聊天频道炸锅了。可小木哥哥，人家今年刚满18岁，我能做你女朋友吗？楼上骚货，滚开！不像我，我只会心疼哥哥。小木赶紧关闭了世界聊天频道，来到制作台前取出卷纸图纸放了上去。卷纸制作图纸永久，是否添加？添加。卫生卷纸，消耗材料木头2，茅草4，制作时间15秒。15秒过后，5个卷纸出现在制作台上。小木拿起卷纸，手感不错，跟超市卖的差不多，不知道有没有市场。接着点开交易频道，一看直接惊掉了下巴。全民穿越求生世界，开局每人一座木屋避难所，而你却是露天大别墅。正当所有玩家因没有纸巾忍住不上厕所时，你看着眼前堆成山的纸巾一阵恶心，太爽了！把这些都交易出去，我就能成为首富了。今晚还能再升1级庇护所。接着把1000个卷纸纸巾上架到交易频道。就在2分钟前，小木将5个卷纸拿去交易，没想到1秒钟就被抢空，随即把全部木材和茅草制变成1000卷纸巾。此刻戒指物资到账响声不同，过了不到1分钟，戒指不再响起。小木以为全部卖完了，于是点开系统空间，怎么只卖了189卷？所有木头和茅草都投进去了，就收获356捆茅草和100单位木头。小木赶紧点开世界聊天频道。刚刚拉肚子，忍痛买了1卷，还剩半卷，谁要？只要2捆茅草。还是算了吧，茅草屋都还没修复，我宁愿用手擦，反正下的雨洗洗就干净了。咦，楼上是真恶心，我都是用木棍。话说水有多的衣服，我快冻死了。看着大家的发言，小木这时候才明白，看来卷纸不是刚需，只有茅草和木头才是硬通货。倘若不修复茅草屋，今晚肯定要死很多人。小木正想怎么利用手中的资源换取重要物资，其中一条消息永久2字格外醒目。我有一份木床制作图纸，永久和床上被褥4件套图纸一次性，一份食物，120捆茅草，40单位木头交易。小木思索片刻后还是觉得划算。现在庇护所升级可以暂缓一下，有了床和被褥就能更好的休息和保暖了。哈喽兄弟，图纸我要了，合作愉快。交易完成，获得木床，制作图纸永久，床上被褥4件套图纸一次性。木大哥，你看看我这个值多少？小木一看是农田精良级，这可是好东西啊，种植以后就不愁食物了。哦，这东西不错，你怎么不留着自己用？我急需材料升级木屋，不然很难度过今晚。况且我也不会种地。那行，你想要什么物资？还差70捆茅草，40单位木头，15根草绳，就这些可以吗？小木一看可占了大便宜，那自然不能放了。可以，但是草绳换成20捆茅草，你自己拿去合成。好，太感谢木哥你了。小木交易完成后，又从其他人手里交易了一些物资，材料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接着拿出木床和床上4件套图纸开始制作。做成功，获得木床2张，床上4件套乘2，消耗20单位木材，10单位熊皮，5捆茅草。小木和申公豹把床搬到房子两边的角落里铺好，忙完这一切，累坏了的两人躺下开始休息。天还没亮就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主人，你先在这待着，我去看看什么情况。一起去，万一有危险还能有个照应。小木掏出玄金鸟铳跟在申公豹后边，大人随着声音来到树林，发现是一群野狼。送上门的肥肉不要白不要。
申公豹，你别动手，让我先试试这鸟铳。一顿突突过后无一生还。分解，分解获得10单位狼皮，20单位狼牙，52单位生肉。收集完，二人回到庇护所，天已经亮了。申公豹开始生火做饭，小木打开储物空间查看。昨晚睡觉前调了静音，也不知道卷纸卖的怎么样啊？卖了一晚上，还剩268卷，只收获了652捆茅草，190单位木头，大部分还都是茅草换的，这需求量真不行啊！接着点开世界聊天频道，小木直接吓一跳，不是吧？一晚上死了7000多人。昨晚好多人都在寒冷，没想到一早起来死了这么多人，看来还是有很多人没修复好茅草屋，不值得同情。个个等别人施舍不肯去搜集材料，真不明白他们宁愿死也不去。我一个19岁小姑娘花了1天时间也成功修复了。也不一定是没修复，我修好了，但光着身子淋了1天的雨，又冻了1晚上，都感冒了。这时传来申公豹的声音：“主人，烤肉好了。”小木咬了一口，虽然吃起来口感并不好，但想起还有很多人饿着肚子，俩人还是大快朵颐起来。对了，我还有农田呢，得赶紧先种植上。于是取出刚交易的普通召唤令和精良级农田进行强化。强化成功，获得召唤令精良和农田稀有。使用，获得稀有级田地，面积58平方米，土地肥沃，可种植，植物生长度加200。召唤令牌使用成功，获得精良级农民+1，稀有奇盾战士+1。下一秒，眼前2道白光闪过，全民穿越求生世界，开局每人一座木屋避难所。当别人还在忍痛挨饿时，而我却是申公豹盾山打野开荒，顿顿只吃稀有食物。拜见主公。但是盾山稀有，精锐盾甲兵，攻击力低但拥有极致的防御力。农民阿呆精良，擅长种植和采集，能开到盾战士简直完美，以后就是我的贴身保镖。美这个阿呆，你去开垦种植。丁，当前房屋等级不足以开垦种植，那去收集茅草。申公豹盾山跟我走。小木带着申公豹和盾山刚到树林时，突然一道黑影闪过。我操！前方有东西！申公豹手拿长枪上前一顿猛攻，不料直接藏了回来。小木赶紧拿戒指鉴定。大王蛇6级稀有，战力580，有剧毒，速度极快，但防御力不足。我记得大王蛇没毒啊，这要是被咬到不得直接嗝屁。果然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小木吓得赶紧躲到盾山身后，拿出玄金2冲点全突飞。申公豹则近战突出，在3人配合下，目标很快被干掉，爆出2团光芒。经验加200，获得种子礼包，打开后随机获得100颗蔬菜种子。哦，看着一地的物资，小木手一挥全部收下。突然看着灌木丛旁一株植物很眼熟，走过去仔细一瞧，是生姜，这好东西可遇不可求，可惜只有这么一株。然而拨开灌木丛，惊喜的是后面还有好几十株。申公豹盾山，一起来把这些全都拔回去。3人将地上的生姜全部拔光，获得生姜加32。哦，有这2名大将收集物资就是快。嘿嘿，走，继续搜索。一路上走走停停，惊喜不断。申公豹和盾山也连升好几级，没有打野光顾的地儿就是不一样，到处都是资源。这时一头野猪从草丛中冲出，直冲冲的撞向小木的屁股，将他顶飞了1米多，摔了个狗啃屎。我去！反应过来的申公豹一个闪身猛砍，野猪被劈成2半，物资掉落一地。小木也爬了起来拾起物资。此时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储物空间都险些装不下，于是小木便带着2人赶回庇护所。一进门就看见满满一堆的茅草，看来阿呆是一点懒都没偷啊，收获了这么多茅草。小木取出8块稀有生肉，让申公豹去烤肉。今天我们奢侈一把，看看这肉有什么特别。话刚说完，3人忠诚度就涨了10点，没想到他们也能吃上稀有的肉。多谢主公。小木这会开始整理今天的收获，重要的物资留下，其他的都拿去交易了。戒指空间瞬间释放了一大半。主公烤肉好了，4人大快朵颐，吃得贼香，几人体力瞬间回满，还增加了5点战力。稀有的肉就是不一样，以后每餐就这个标准了。吃完，小木取出种子礼包，决定用掉一次强化。强化成功，获得种子礼包，稀有+1。打开礼包，获得了一堆种子，小木很是满意。主食和各种蔬菜都有了，阿呆你看着安排，先每样种一点。是。接着又打开聊天频道，这一个早上又死了100多人，这还只是一个区域，我好冷，感觉快死了。谁有感冒要卖我1颗吧？我也要。今天好多人都感冒发烧了，这才第2天，5天后的极寒天气该咋整啊？看到这些消息，小木顿时醒悟过来。我这么多的皮料完全可以做成衣服，生姜可以煮成姜汤。盾山，你们2个负责煮姜汤，这一块姜差不多半斤重，煮一锅刚好，煮好倒进杯子里，待会我拿去交易。小木又在交易频道搜索灶台，这个不错，现在用火炉做饭不太方便，买了。刚想把灶台放出来，发现根本没地方，无奈只能先升级庇护所。这时已经做好60来杯姜汤，于是上架姜汤，接着跑到交易频道打一波广告。上架了大量姜汤，有驱寒暖身、抗菌消炎、缓解痛经的功效。一杯交换15单位茅草或8单位木头，姜汤烫嘴，手慢拍大腿。果真聊天频道一喊话，姜汤秒被抢空，还有很多人没抢到，嚷嚷着要小木继续上架。然而小木先将庇护所升级，升级成功，小木屋4级，面积38平方米，获得院墙稀有+1。哦，小木将灶台点开，白光闪过，一座灶台出现在墙角。不愧是天道出品，外观和实用性根本没得说。盾山姜汤煮好，喊我出去一会儿。是，主公。来到屋外，
阿呆正在雨中忙碌，已经种了大半田地，很快就能完事。小木取出院墙，使用。只见院墙拔地而起，把庇护所团团围住，这下安全感拉满了。可是围墙不算太高。对了，我还有箭塔没使用。小木取出箭塔，把今天最后一次强化机会用在这上面。强化成功，获得箭塔稀有+1，战力200，攻击范围260米，技能瞬间连射，10根箭矢攻击力加30，冷却时间5分钟。小木很是满意，在围墙上转角处放置下箭塔。等明天对角的箭塔建立，小木屋几百米范围内将得到无死角保护。这时，屋内传来申公豹的声音。全民穿越求生世界，我明码标价姜汤10万一杯，别人不但不嫌贵，反而集体喷枪，甚至有人不惜将自己女儿嫁给我，只为求我卖他一杯。就在刚刚聊天频道生病求药的内容疯狂刷屏，于是我把几十杯姜汤上架交易，谁知不到1秒抢空。此刻小木赶紧将眼前刚出锅的1500杯姜汤上架到交易频道，交易到账声响个不停。这么多，不知道能交易多少茅草和木头，今天能再升1级庇护所就好了。接着在交易频道逛了起来，木屋组件茅房稀有，排泄物自动转换为肥料，加快作物成熟时间，这个不错，还解决了上厕所的问题，一举两得，买了。这时好友柳如烟发来一条私信：穆大哥，我有5颗修复石，蔬菜大棚精粮1个，你看有需要吗？这柳如烟该不会是天道私生女吧？每天各种图纸层出不穷。蔬菜大棚可是稀罕物，接下来就是极寒天气，你怎么不留着自己用呢？蔬菜大棚我有稀有级，精粮级看不上，我喜欢四处溜达，时不时就捡个宝箱。行吧，我不想占别人便宜，800单位茅草怎么样？没问题，跟你打交道就是爽快，以后好东西只跟你交易。交易完成，小木看到聊天频道又炸锅，好奇点开。寻亲项链稀有，一次性特殊道具，有没有人要？5000单位茅草，5000单位木头。一次性的东西，你这定价也太离谱了吧？更何况现在吃不饱穿不暖，这项链怕不是镶了金边，全区估计也只有葛小木买得起。小木看到这售价也吓得连连后退，可下一秒系统出现，寻亲项链可探查区域内至亲亲属位置，成功找到后可加好友，每日可交易1种物资，最高数量99，不同品质，探查范围不同，此物极为罕见，几乎不可能出现。第2枚稀有级，此时不拿必定后悔。葛小木十分震惊，这时候童子出现提示我不能错过，那不管花多大代价都要拿到好，存在即合理。与此同时，另一个区域的破烂茅草屋里，一个中年女子搂着小女娃，两人情况都不是很好。女子抬起双手，努力为女娃遮挡雨水。倩倩，你醒醒，别吓妈妈了。老公，小木，你们在哪里啊？这时小木突然一阵莫名的心慌，渴望立刻拿下这条项链。东西不错，但这价格明显有点坑爹。兄弟，价格减半，项链我要了。小木想着明天就能联系上父母了，结果看到对方的回复气炸。想得美，现在6000单位茅草，5500单位木头，还要不要？待会还涨价。哼，小样，不信拿捏不住你，等你答应我再加价。卖家却打起了小算盘，可没想到小木回复：就这个价，要去交易不要拉倒，自己留着下载吧。不对劲，整个区这套物资最多，能回复说明肯定想要，差点被他吓到了。不可能，低于这个价格不卖，还要不要？已经有人跟我联系了。小木一股无名火冒起，一掌拍在制作台上。主公，发生了什么事？申公豹上前询问，小木将过程来龙去脉讲了一遍。主公，你把卖家位置告我，我这就去取他首级。先把所有生姜煮成姜汤，做2手准备。这个项链太重要了，童子出来可能暗示我家人有危险。明白，一定最快速度把姜汤全部煮出来。现在不能急，先晾一下卖家。果真2分钟后，卖家再次来信息，确定不要吗？那我可卖了。小木依旧不搭理卖家，我不相信这个区域除了我还有谁买得起。半个小时过后，卖家此时慌得一匹，于是再次发信息，最多少1000单位茅草，不行拉倒。再等等看，不能被他牵着走，买是要买，至于花多少钱买，必须我说了算。此时上架的1500杯姜汤全部售空，换来了6500单位茅草，4500单位木头。小木心想让地里生姜加快成熟，于是关闭了聊天窗口，拿出茅厕图纸使用。一道闪光过后，一间豪华浴室出现在客厅旁边，马桶浴缸一应俱全。这时戒指一响，项链卖家又发来消息：兄弟，我想通了，咱一人各退一步，4000茅草，4000木头，这是我最大诚意了。虽然价格和自己心里价位差不多，但是小木还是有些犹豫。丁卖家彻底失去耐心，宿主赶紧交易。看到提示，小木急了，感觉家人有危险。成交！小木连忙拿起寻亲项链。太上老君、耶稣、如来佛祖保佑，强化。强化成功，寻亲项链实施，可升级，升级条件80空间宝石，可传送至亲人身边，逗留1天时间，冷却时间7天。竟然连升2级，还变成了固定道具。小木赶紧戴上，打开寻亲项链面板，可暂时只有搜索功能，于是点击后搜索，过了一会儿才弹出提示：本区域没有搜索到至亲，开始跨区域搜索，预计时间5分钟。小木在屋内焦急地走来走去，终于寻亲项链传来声音，小木连忙点开，可看着显示的信息，小木瞳孔一缩，满脸不可置信。男子刚穿越求生世界，就被野人土著抓回部落，起锅烧水将他丢进去后，部落长老在众人簇拥下上前，
可下一秒却开始给男人拖走。原来1个小时前土著部落突袭男人营地，可系统却早已预警，警告：一群土著部落正在袭击您的领地。什么？土著部落？只见100米开外5个拿着武器的土著人从东面出现，向着这个方向而来。小木爬上围墙后大吃一惊，一个壮汉手持斧子和一面巨大的盾牌，2个身材健硕的男子，一人拿长矛，一人拿枪，另外2个土著女子拿着弓箭。1坦克2战士，还有2个 ADC， 这是要团战打 BOSS 吗？进入攻击范围后，箭塔发射箭矢。虽然土著没有发现箭塔的位置，但是听到弓弦一响，立刻本能的就趴下了。可惜箭矢速度太快，噗的一声，箭矢刺入了战士的胸膛之中，直接透体而出。男子喷出一口鲜血后当场暴毙。我还没挖过。男子大喝一声，壮汉举起了盾牌，3人直接藏在了盾牌中。箭塔又连续射出几枚箭矢，与此同时，2女弓箭手也嗖的连出几箭，直接将射来的箭矢给挡下。小木也拿起玄金鸟进攻针，但是全被盾牌挡下，眼看越来越逼近。这时申公豹拿着长枪冲到土著面前，狠狠地打下去，直接将盾牌和后面的几人炸飞，其中2人倒在了血泊里，另外2女弓箭手已经不见了踪影。不得不说，这本地人跑的是真的快啊！看着一地的装备，小木开始摸索。获得光明塔精良+1，空间宝石+4，铁块+16，植物图纸+1。光明塔辅助装备，以光明塔为中心，半径100米内，黑夜如白天，轻伤躺着就能很快痊愈。强化，必须强化！我看谁还敢惹我！我要打10个！回到木屋，小木发现地上多了只猎狗，这是刚刚在南面范围内，我看他只是轻伤就带了回来。小木抬手用戒指扫描，寻宝猎犬稀有，可驯服，擅长寻找宝物、矿产，但性格胆小，战斗力低下，状态昏迷。白捡一头稀有级宠物哦，驯服成功。接着小木取出一颗丹药喂进猎狗嘴里，几秒过后，猎狗醒了过来，对着小木疯狂摇尾巴。以后就叫你丧彪吧。申公豹盾山跟我走，这些土著吃了亏不会善罢甘休的。有了丧彪，我们可以顺着踪迹找到他们。是。就在这时，寻亲项链却传来讯息，小木赶紧点开，成功定位沐浴露，正在建立连接。怎么回事？怎么没有老爸呢？木儿，你还好吗？你怎么找到我们的？眼前的画面让小木眼眶泛红。老妈，我很好，等等我马上给你们送东西过去。小木出息了，不会让你们受苦。倩倩她怎么不说话？我和你妹妹穿越前感染了病毒，有些低烧，来到这里你妹妹直接高烧昏迷不醒，我也很糟糕，怎么办啊木儿？闻言，小木不由感谢那系统提示得到这项链，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老妈，你先别着急。阿呆，主公，你看看生姜成熟了没有？最快速度煮好99杯精良级姜汤。交代完，小木又赶紧回复沐浴露。老妈，你们再坚持一会，我让人煮了精良级姜汤，你们喝了很快就好了。没事，妈妈撑得住。几分钟后，阿呆几人装好姜汤，小木赶紧传送过去。老妈，我现在给你传送过去。同样物品每天只能传送99个，姜汤需求量很大，你和妹妹一人喝1杯，剩下的拿去交易频道换资源。精良级1杯最少要花25单位茅草或12单位木头。说完挂断视频，把姜汤传送过去。然而半个小时过后，迟迟没有沐浴露的消息，于是小木连忙打去视频。妹妹你好了，妈妈呢？哥哥，我好了。木儿，我们都好了，你送来的姜汤卖疯了，刚刚还升级了小木屋。先不说了啊，妈妈这回要忙了。小木看着老妈和妹妹安然无恙，也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出发去追土著部落。在丧彪的引领下，几人来到原始森林，这里的任何动植物都比正常的大好几十倍。原始森林的天气真是变幻莫测，刚走没多久就下起苗坡大雨，溅起的水雾也使得视线越来越差。突然，2声巨款伴随着强烈震动的脚步声传来，3人一狗迅速靠近，齐刷刷向声音来源看去。主公，这气势不对劲，我们打不过，赶紧跑。小木招手示意走。申公豹在前面开路，盾山则紧握铁盾紧跟小木后面，警惕地望着四周。然而后面的巨兽越来越近，眼看就要被追上。后面传来盾山和申公豹的声音：主公快跑，我们来拖住他。2人将小木猛地一推，冲出去数米远。下一秒，只听见2人开启了计谋：守护黄豹。穿越求生世界，开局每人一座木屋避难所，可你却是露天大别墅。就在刚刚，你带着盾山申公豹外出打野，不料竟遭遇巨兽爱你主宰。眼看即将把你撕碎时，盾山将你猛地一推，飞出去数米远。此刻只听见2人同时开启了技能重爆，然而主宰一招定金丝猴，好景路对贝贝。申公豹盾山倒地不省人事，主宰的一步步逼近小木，束手无策。这下全完了，狗系统给我滚出来！都快要死了，还怎么求生？星宿主别生气呀，检测到您有生命危险，即将传送至庇护所。下一秒，小木和申公豹盾山出现在庇护所内。阿呆看到这惨状也是吓得直哆嗦。主公，他们2人情况严重吗？五脏受损，断了好几根肋骨。这2株生命草给他们服下，应该就没大碍了。不过得休养好一阵子。说完，将生命草送到申公豹盾山嘴里，接着又将2人抬回房间。小木一巴掌拍在自己脑袋上：“哎呀，我这个脑子啊，不是还有光明塔吗？”于是取出光明塔，发动天赋技能强化。强化成功，由于宿主死里逃生，奖励强化1级，获得光明塔卓越+1，以光明塔为中心，半径180米内，黑夜如白天，快速恢复体力和伤势。主动技能指定一个生物，瞬间恢复所有伤势，冷却时间48小时。这主动技能好啊，2天就能救一条命。
只要……下一刻，身后传来顿山的叫声，小木心里一等不妙，立马跑过去。怎么了？难道生命草有什么副作用吗？主公，我没事，刚刚突然感觉到伤口奇痒无比，肋骨断裂处仿佛千万只蚂蚁在爬一样，没忍住就叫了出来。这情况和我前几天洗脚夹断腿恢复的时候一样，那就没事了。盾山，记得今天那个光明卡吧？我强化后特性变成了快速恢复，你忍一忍，很快就好了。随后，小木点开系统面板看了起来。升级食物需要500单位木头、300单位铁块、200单位石头，那茅草就没什么用了。因此，把姜汤价格改为5单位木头、3单位铁块、2单位石头。然而，在整理储物空间时，看到一张图纸，所以这名字好熟悉。所以图纸永久，古代叫做雨衣，茅草制作而成，防水性能很好。哦，刚还说茅草没用，马上就来个惊喜，又是一条发财路。嘿嘿，小木走到制作台前，将图纸放了上面。所以制作材料：6捆茅草，2单位草绳，制作时间10秒。还有3000多捆茅草，可以制作300多件。交易频道再售的也不多，并且每天都在下雨，根本就不愁卖。没真的。这时，只见阿呆慌张地跑了进来。主公不好了！阿呆别急，慢慢说。种的生姜快成熟了，我去河边打水，准备烧煮姜汤。结果我一走出去，发现2头巨兽在安全区边缘徘徊，我就吓得跑回来了。这倒是个问题，出去看看。来到屋外，小木大吃一惊。我操！就是这2个家伙，差点死他俩手里。不过还好在庇护所里是无敌的。那麻烦了，没有水是个大问题，要是有口井就好了。水井？对了，我还有水井图纸呢。小木取出图纸，水井精良，可自动生成饮用水。使用。一道白光闪过，水井赫然出现在院子里。这下以后不管种植还是饮用都不缺水了。再去交易点物资，先把食物升级了。说完，打开交易频道查看，所以果然好卖，这么快就没了。可这姜汤怎么回事？竟然只卖出去200杯！小木点击搜索栏，输入姜汤，原来别人也在卖姜汤，价格还只有我的1半不到。竟然是柳如烟。接着又点开聊天频道，我就说葛小莫是个黑心商人吧。你们看如烟姐多实在，卖的东西价格只是她的1半，可拉倒吧。要不是她出售大量姜汤，昨晚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就在这时，柳如烟发天黑了，他们出现了，请立刻回到小木屋。听到声音的陈浩迷迷糊糊的起身看向窗外，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让他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压抑感。这是哪？外面到底是什么怪物？欢迎来到天黑世界，这是生存指南，教会你如何在黑天世界中活下去。天黑世界降临，全世界的人类都进了无尽的黑夜世界。请忘记过往的一切，那些都将毫无意义。在天黑世界活下去，是你唯一的目标。生存指南1：天黑世界，每个人类都有自己独立的安全屋，就是你现在所处的小木屋。在天黑世界中，小木屋是唯一可以保护你的庇护所，也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当黑夜降临后，你可以在小木屋中生活，用火炉烤肉、烹饪食物等。木桌上可以制造武器，用来对付黑夜中的怪物。小木屋的作用远超你的想象，请尽一切可能提升木屋的级别。若它们强大到可以摧毁木屋，那么你唯一的下场就是被黑夜中的它们给撕成碎片。生存指南2：天黑世界分为短暂的白天和漫长的黑夜。在短暂的白天，它们会蛰伏起来，不会出来打扰你。你可以离开小木屋收集物资，草药、木材、矿石和可爱的小动物都是生存的物资。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可以发现隐蔽的宝箱，它们可以开出珍贵的宝物。了解完这些，陈浩心神微微一动，系统光幕切换到聊天频道。你们是不是也出现在一个狭小的木屋内？我操，我一脚水星就在小木屋中，难不成你们也是？我也是，外面还有这可怕的怪物，那声音太吓人了。谁能站出来和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我的助理呢？看来生存指南法则的说的不错，全世界人类都被迫穿越到这里，并且全部都拥有着自己的专属独立小木屋。又刷了一会世界聊天频道，没有看到有用的信息后，陈浩继续点开第3页交易平台，并且此刻交易平台上也已经有人出售这些东西。我好冷好冷，没木柴生火了，谁有多余的木柴可以给我1块吗？谢谢了。我好饿，翻遍了小木屋也没有找到吃的，有没有好心人救救孩子？陈浩简单看了下交易功能后，继续朝着下一页翻去。第4页则是最重要的一页，不仅有着关于小木屋的升级建造等等，还有着其他道具的建造方法。距离天亮还有很长时间，先休息恢复精力，再等白天出去看看怎么回事吧。第2天，陈浩来到门口，看着门上的抓痕，这是昨晚那些怪物干的吗？还是要尽快升级安全屋才行。天黑球星系统签到开启，请宿主做出以下签到选择：选择1，奖励1位极品美女；选择2，奖励传说级师傅；选择3，奖励养殖场。
哦，我的金手指终于来了，没想到穿越到这鬼地方，居然能牵到极品美女。陈浩在心里嘀咕着，准备选个极品美女出来陪自己，让自己在这末世中有一丝极味。还是要先解决生存问题才行。选择3的话倒是不差吃的东西，但也不太现实，毕竟还没有弄清这个世界的规则，说不定选择的养殖场会成为那些怪物青睐的地方呢。系统，我选择2，传说级师傅。恭喜宿主获得传说级师傅。哇，色传传说级，这不管怎么看都不像传说级啊，不就一个普通的师傅吗？嗨嘿，我擦，这么锋利，不愧是传说级，没侮辱传说2字。获得木材1，收集木材。木材已达到升级木屋需求，是否升级木屋？确定升级。恭喜你，小木屋升级为1级，炼基和防御都得到了提升。2级小木屋解锁需要200木材，增加20平米。200木材，今天是完不成了，先弄点吃的吧。陈浩来到了一片漆黑的木林，忽然传出一道兽吼。陈浩顺着声音看了过去，整个人直接懵了，是一只不到半米的兔子，但浑身漆黑无骨，长着和公鸡一样的脑袋，却露出的獠牙却和野猪一样。此刻这宛如兔子的怪物似乎被什么东西所伤，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这尼玛是什么玩意？是野鸡出了轨还是兔子劈了腿？这里的人们都不敢在夜里出门，只因每到黑夜就会有奇怪的怪物降临，他们会不断攻击人类的庇护所，直至彻底将庇护所破开。所以人们只能在白天出门收集物资，尽可能将庇护所等级提升上去。第二天，陈浩正在寻找食物，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动物，似乎被什么东西咬伤，奄奄一息的躺在地上。陈浩仔细的打量着怪物，想要搞清楚这怪物是什么东西，是否可以吃。但天黑世界诡异无比，陈浩也不敢轻易靠近这诡异的兔子。兔子的吼叫声音中充满着威胁，饥饿感不停在陈浩身体中回荡。自从来到天黑世界，他就没有吃过东西。前面高强度的运动让他的身体消耗了大量的能量，此刻需要补充蛋白质维护身体正常运转。不管了，拼了！嗨！陈浩并没有跑，而是悄悄绕到了怪物的身后。获得兔猪兽皮1，兔猪秀60，兔猪骨1。兔猪不应该是兔鸡吗？陈浩想不了那么多，现在要做的就是趁着天还没黑前回到小木屋。回到木屋的陈浩升起了炭火，将土猪肉放在火上烤。爽，在这鬼地方还能大口吃肉，太爽了。陈浩身体的疲惫也伴随着食物的出现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外面天色也逐渐暗淡了下来。没有丝毫困意的陈浩打开了世界聊天频道。天黑了，大家都寻到了什么物资？我今天运气好，遇到了一些野果，味道不错，终于不需要饿肚子了。羡慕啊！我不敢出去，就在小木屋周围收集了一些木材。靠，我忘记收集木材了，兄弟换点木材怎么样？1枚野果换10木材。人家小仙女1枚，有没有人愿意包养人家的呀？人家什么都会哦。这可是末世，滚一边骚去！就这样，陈浩刷着聊天频道，吃着烤肉。过了半小时，世界频道并没有自己想要的信息，陈浩也就关闭了世界频道，手中的烤肉也吃完了。但陈浩还是没感到困意，他决定先做点武器，做好迎接明天的准备。说干就干，陈浩起身来到木桌前，开始倒腾起来。又过了2个小时，陈浩制造了10根木叉和1根木棍。今天这接近兔猪还是太危险，有了木叉就可以远程扔木叉攻击兔猪了。感觉到有些困意的陈浩看了一眼世界频道的时间，距离天亮也就6个小时左右，他需要补充精力迎接明天的挑战。也不知今晚那些怪物会不会再出现。不知过了多久，天色逐渐变亮，陈浩也从睡眠中苏醒。睡得真爽，又是新的一天。今日目标将小木屋升到2级，收集木材。温馨提示：你已收集到100木材，背包不足，请及时清理背包。我擦，这就满了。陈浩只好回了趟小木屋，将木材放进了小木屋的虚拟仓库中，顺便看了眼太阳落山时间。这白天的时间也太短了吧！本以为靠着传说级师傅，今天说什么也能将小木屋给升到2级，如今看来是自己想多了。陈浩收集100木材就花费了3个半小时左右，距离阳光消失只剩下不到短1个半小时，根本就来不及再收集100木材。算了，反正也来不及，先在附近看看能不能收集点东西，顺便踩个点了解一下木屋附近的情况。陈浩来到距离小木屋500米左右的一个灌木丛林里，
他采集到一些野果，又收集了一些水源后，陈浩就准备回小木屋等待天黑。陈浩回到小木屋内，还有着10分钟左右才天黑。陈浩坐在火炉边，静静的等待着。小木屋1级，有水还有肉，不需要担心黑夜中那些怪物，也不需要担心饿肚子的事，安全感满满的。检测到宿主今日未签到，是否进行签到？签到。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请做出以下选择：选择1，极品美女随机；选择2，传说级捕兽龙；选择3，一板木材。我靠，又是极品美女，我是不会上当的。目前的话，自然是要选择对自己有用的了。要选择3的话，倒是能立马将小木屋升到2级，不过也不现实，一旦木材全用完，没木材取暖很有可能会被冻死。系统我选2。恭喜宿主做出选择，获得传说级捕兽龙。传说级捕兽龙既带诱捕属性，可以放在灌木丛边上，可以大大增加抓捕小型动物的几率。陈浩获取了传说捕兽龙后，自然就不用担心获取不到生肉了。如今他手上的资源也能支撑个几天，所以陈浩打算用2块生肉去换点有用的物资。陈浩看了一下交易平台，并没有看到有人出售生肉，基本上都是求购生肉的，比较容易得到的野果、蔬菜、木材，基本上不值钱，甚至可以说很是廉价。也不知道生肉的价格如何。陈浩看着手中的生肉，想着应该卖什么样的价格要好一点。这些生肉他有着不少，够支撑一段时间，所以想要拿出来一些兑换成木材和食料这些东西。小木屋升级需要200木材，要不试试200木材。陈浩将生肉挂上交易平台后，他切换到了世界频道，看看有没有用的信息。我好渴啊，你们有水吗？能不能卖点给我？我愿意用仙人掌来换。仙人掌那不是沙漠里才有的吗？我小木屋外面全部都是沙漠，除了沙子就只有仙人掌了，我都2天没有喝一口水了。我小木屋外面则是草原，到处都是野牛野马，可惜我抓不住它们，不然就有烤肉吃了。海水要吗？等白天我去给你整点。我的小木屋在几百米的高山上，冷得我瑟瑟发抖，有人愿意给我些木材烤火吗？冷，我特么在一片冰天雪地里，我都不寒冷，你居然寒冷，有没有大佬愿意给我点木材？我快要冻死了。我去你的，你不是不冷吗？要给也是先给我。望着世界频道中的聊天记录，陈浩微微皱眉，因为他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天黑世界，所有人分到的区域全部都是不一样的，他分到的区域则属于一片山林。虽然是在深山中，但只要努力就不会缺乏物质。像沙漠和冰雪还有高山上，想要得到物质，就需要付出比他更多的努力，并且还不一定能有结果。看来我还是蛮幸运的嘛。没过多久，陈浩收到了一条私信：200木材太多了，能不能便宜一点？想必你也知道，这个世界想要获得肉类很难，我也是机缘巧合下得到的。200木材真的不贵了。生肉确实不好得，但木材也需要大量的体力，一块生肉所补充的体力远远无法砍伐200木材，所以就算再如何的议价，也不可能议价到200木材的，我最多愿意出价130木材。130木材，这妹子这么有钱的吗？你真有这么多木材？此时另外一边，一个3级小木屋中，一名穿着皮草的妹纸，怀中抱着一只白色的小老虎，静静地坐在火炉边上，抚摸着怀中的老虎。小白，一会就能吃到肉了哦。我既然出价，自然是付得起价格，你考虑的如何？130的木材倒确实已经足够了，反正我也没想过一块生肉可以卖出200木材的价格，可以交易吧？你吸取1块生肉，获得130木材。合作愉快，下次有木材可以联系我，价格好商量。好的。天黑世界第3天，陈浩来到昨天的灌木丛，将传说捕兽笼放下后，他习惯性的看了一眼时间，距离天黑还有3小时15分。今天白天时间怎么这么短？3个小时的时间，这尼玛够干什么的？陈浩虽然骂骂咧咧，但却没有一点点办法。这么短的时间，他只能先去收集点水资源，再看看能不能收集其他的资源。通过昨天的交易，木材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完全可以将小木屋直接升级到2级。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收集一些食料，打造2口食锅出来，否则每天都吃烤肉的话，真的会吃腻的。此时另外一边，几只小动物正围绕着灌木丛，这灌木丛里面似乎有着什么特别的魔力，一直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终于，一只白色小兔子扛不住魔力的诱惑，往灌木丛跳去，其他兔子见状也跟着跳了进去。距离天黑还有半个小时，搜集完食料的陈浩回到了灌木丛，还未靠近灌木丛的时候，陈浩就见到了一抹白色。难道是捕兽笼抓到了什么？他轻轻地将灌木丛给拨开，小心翼翼地将灌木丛中的捕兽笼给搬了出来。这是兔子，里面有着2只白色的小兔子，并不是很大，只有3斤左右的样子。而另外一只小兔子则是黑灰色的，相比较另外2只兔子则要小上一点点。
不过也有着2斤半左右的样子，还是能给出不少生肉的。我擦，这传说捕兽笼这么给力的吗？一下抓了3只兔子。天黑世界第4页，陈浩提着捕兽笼回到小木屋，并将捕捉到的兔子给处理后，他获取了3块兔皮以及8块生肉。这温度下降的真狠。今日天气，现在已经天黑了，请不要在小木屋外逗留。温度2度，请添加木材取暖，保证自己不会被寒冰的天气给冻僵。天刚黑下来不久，屋外就响起了冷冽的寒风，哪怕在小木屋里，也能听到屋外肆虐狂风的声音。呼啸的寒风过后，则是野兽和怪物的吼叫声，但并未有着怪物来袭击小木屋。屋内的陈浩可是坐在火炉边，一边吃着烤肉，一边警惕地盯着木屋。木叉和石斧就放在身旁，一旦发生危险，立刻就可以用来防身。将烤肉全部吃完后，都没有见到怪物来攻击小木屋，陈浩警惕的心才逐渐的放松下来。你有一条新的私信，在吗？又是这妹子，莫非还想要生肉？有事吗？生肉你还有吗？我愿意用木材兑换。有啊，你能出什么价？若是低于100的话，那就不用说了。100，居然主动降价这么多，莫非是肉的质量不好？小白，今天的肉似乎并不好，要不我们还是不要了。未知的世界，好不容易有着一只有灵性的小动物陪伴在自己身旁，所以他绝不能让小白出现问题。小白是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正出门寻找物资时，在一处山洞中捡到的。不行，小白这么乖，不能让他挨饿。有多余生肉的帅哥美女，请找我兑换木材，具体兑换价格请私聊，要求太高就不要来了。此时另一边的陈浩则是一脸懵，他怎么没回消息？莫非认为价格太高了？不应该啊，今天的价格相比较昨天，则是要差上很多。算了，先将小木屋升到2级吧，避免怪物再次找上门。他刚点击升级木屋，石斧就自动漂浮到空中，随后又向外飞去，似乎在敲打着什么东西，且还有着敲击的声音传出。就这样持续了1个小时，石斧回到了陈浩身边。恭喜您，小木屋已升级为2级。2级小木屋相比较1级小木屋，有着更宽阔的空间，有着更强的防御能力，并激活了工具室、室内养殖、室内种植。小木屋升级到2级，陈浩欣喜地看着系统面板，升到2级居然可以在家种植农作物了，不错不错，室内养殖也可以建造一下，到时候抓到一些食草类型的小动物，也可以饲养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此时另一边的美女等待许久，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无奈的她也只能再次询问陈浩，那个100木材行吗？差不多3个小时才回复，这应该是他所能给出的最高价格了吧？可以，但我有个好奇，不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若是地址什么的，那就免谈。我只是好奇，你哪来这么多的木材？毕竟大家都刚刚穿越到天黑世界，所有人的起点都是一样的。你不也一样？不仅有着够吃的生肉，甚至可以用来交易。这倒是直接给陈浩问住了。莫不是他也有着什么系统？见美女不愿意说，陈浩也不再追问。交易吧。我需要5块，你有吗？你有这么多木材吗？轻易拿出500木材来交易，难不成他身上的木材数量已经超过了800甚至1000不成？这尼玛不会真的也有系统吧？我既然提出来了，自然是有着这么多木材的，莫非你没有足够的生肉？区区5块生肉而已，我还是拿得出来的，你准备好足够的木材就行。你失去了5块生肉，获得了500木材。交易完的陈浩又看了一眼世界频道，却没想到世界频道已经炸开了锅。陈浩并没有理会，而是向床边走去。半夜，小木屋门外，漆黑的夜色中，一双泛着诡异绿光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屋内，并且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似乎在撕咬着什么东西。听到声音的陈浩猛地从床上跳起来，将石斧拿在手中，死死地盯着声音的来源。就这样到了第2天，好在刚升到2级的木屋足够坚固，并未发生什么。陈浩轻车熟路地来到灌木丛，将传说吉捕兽笼放好后，向远处还没探索过的地方走去。不知走了多远，陈浩看到了一株红色的果实，并且虚拟屏幕也显示在他的面前。采集成功，野生番茄3。没想到这世界还有番茄，就是可惜了，没有种子。也不知道这玩意能不能挖回去，算了，先带回去再说。陈浩将番茄植株挖取后，他打开了系统面板，看了下室内种植。如今有了番茄植株，得先建造室内种植，木材倒是不差，只需要搞点泥土就可以种植了。只是这肥沃的土壤是啥玩意？他低头看了眼地面，系统提示显现在他的面前，并没有看到想要的结果，他只好继续往前走。向前走了几百米后，
脚下的土地也发生了变化，土壤的信息也从贫瘠变成了普通土壤。土壤普通，可种植农作物，无任何加成效果。看样子普通土壤也可以种植农作物，就是没有加成效果。先带点回去，将番茄给种起来再说。正在挖掘土壤，恭喜你获得普通土壤1。正在挖掘土壤，恭喜你获得普通土壤1。就这样，土壤不断挖到厌倦，陈浩终于挖好了20块普通的土壤，已经可以建造室内种植功能了。随后，陈浩趁天黑前回到了放捕兽笼的地方。今天的收获这么好的吗？不仅有着小兔子，还有着野鼠以及野鸡，还有老鹰，好小，有年期吗？距离天黑还有着10分钟，陈浩终于回到了小木屋，看着快要熄灭的火炉，往里面添加了一些木材后，快要熄灭的火炉顿时燃烧起熊熊烈火，昏暗的小木屋也变亮了一些。陈浩这才把目光朝着传说级捕兽笼望去，他的目光直接锁定那一只异样的山鸡。关于诡异山鸡的信息也浮现在陈浩的面前。变异山鸡感染了诡异力量的野鸡，体内蕴含着强大的力量，能更快地恢复体力和饱腹感。感染了诡异力量的山鸡。随后，陈浩的目光又转向了老鹰。雨林鹰幼崽可驯养，雨林鹰乃空中王者，抓捕猎物的好手，若能成功饲养，可以成为很好的帮手。哦，居然还能驯养，还可以帮忙捕猎，不错不错，先关在笼子里面。等把养殖房搞好再放出来。陈浩打开了系统面板，按下建造室内养殖，还有室内种植室也顺带建造了。正在建造室内养殖和室内种植功能，预计需要40分钟，请稍等。等待期间，陈浩也没闲着，将除老鹰外的动物给处理了。雨林鹰幼崽看到陈浩宰杀其他动物的动作，眼神里满是惊恐。陈浩将动物处理完后，他的注意力转到了雨林鹰这边。出来吧！一双鹰眼死死地盯着陈浩，眼里都是恐惧，根本就不肯出去。这么害怕的吗？出来吧，我不会杀你的。他不肯出来，陈浩也拿他没办法，只好打开聊天频道，看下惊人的信息。刚打开世界频道的陈浩就惊奇地发现，居然有人在出售种子，而且只需要 0.01 块生肉就可以得到10粒白菜种子。陈浩看到有人在出售种子，立马就切换到交易平台，找到了种子类目。良好，看来不仅泥土分等级，种子也分等级啊！也不知道这3粒良好的小麦种子有什么加成。恭喜交易成功，您获得了良好小麦种子3粒，你失去了生肉 0.1 块。交易成功的同时，陈浩手中就出现了3粒小麦种子，小小的3粒种子静静地躺在手心里。此时另外一边，一名年近30的骨瘦男子正缩在角落里，身体不停地颤抖着。好冷，好饿，有没有人可怜可怜我？正当男子绝望时，耳边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您上架的3粒小麦种子交易成功，恭喜你获得生肉 0.1 块。有吃的。与此同时，那生肉浮现在他的面前，看着面前的生肉，男人犹如猪八戒见到美女，双眼瞬间闪烁着亮眼的光芒。警告：生肉不可直接食用，否则会造成病毒入侵，请烹饪后食用。滚你妈的，老子都要饿死了，还管这些？不过种子这么值钱的吗？既然种子这么值钱，以后只需要售卖种子就行，还去那么辛苦的找物质干嘛？真香啊！要是有盐就更好了。此时，陈浩忽然感觉到一个黑影正渐渐地接近自己。这是被烤肉的香味吸引了，想吃吗？来来来，过来就给你吃。但雨林鹰还是与陈浩保持着距离，不敢向前。陈浩见此也很无奈，只好掰下一小块肉扔给了他。随后陈浩便不再搭理他，将自己的烤肉吃完后，准备起身将良好品质的小麦种子给种植下去。忽然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雨林鹰吃了你扔出的烤肉，对你的友好度加10，名字雨林鹰，状态良好，忠诚度10，驯服度10。哦，搞半天原来这么简单，喂点食物就行。有传说捕兽笼在，这点食物简简单单。随后陈浩向着室内种植室走去。天黑世界第5页，陈浩来到了室内种植室，入眼的只是一小块土地，还有着栅栏围着，虚拟信息也显示在了陈浩面前。土壤普通，可种植农作物，没有任何效果加成。随后陈浩将背包里的小麦种子取出，与此同时系统介绍也跳了出来：小麦种子良好，生长速度是普通小麦的2倍。我擦，效果这么逆天的吗？生长速度居然是普通小麦的2倍，也就是说需要100天才可种植成功的小麦，只需要50天就可以长成了。
那若是有好的土壤和品质更好的种子，那这个加成效果岂不是更逆天？也不知道系统能不能签到传说级的种子。陈浩嘀咕几句后，就将良好品质的小麦给种了下去。恭喜种植成功，小麦种子良好，生长周期剩余45天；番茄幼苗普通，成长周期剩余105天。时间有点长，果然还是要品质高的种子。随后，陈浩打开了世界频道，并发出：有没有人要交易良好品质种子的？只需要实力就可以换0.1块生肉。我操，拿生肉兑换种子，这是哪位大佬？陈浩，这不是昨天那个兑换了木材的超级大佬吗？大佬，我只有普通级的种子，愿不愿意兑换的呀？我愿意出100粒种子。大佬，我有完美级种子。完美级种子。陈浩见此，立刻点开了对方的个人信息：姓名陈鑫，年龄27，性别男，个人信息能活1天是1天。你有完美级种子？有的大佬，有的，这是大佬要的完美级种子。土豆种子完美级，比良好品质优秀的土豆种子种植加成是良好品质的2倍。居然是良好品质的2倍，换句话而言，那就是普通种子的4倍，100天只需要25天。这种级别的种子你有多少？大佬，我就一个完美级土豆种子，这还是我无意中才得到的。只有一个的话，价格有些不够。大佬，我知道1粒土豆种子太少了，无法交换你手中的生肉，我能不能用其他东西抵扣的？其他东西？就是不知道大佬需不需要。铁矿石普通，可冶炼黑铁，制造铁制道具。铁矿石你是怎么得到的？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山洞，我在山洞里面捡到的。山洞里面？果然每个人降临的地方都不一样。你手中有多少铁矿石？我全都要了。真的吗？我有着6块铁矿石，大佬准备出什么价？你这个铁矿石只是普通铁矿石，并没有任何属性加成。看在我们第一次交易的情况上，我可以给你1块生肉，下一次交易的话，就需要10块普通铁矿石才可交易1块生肉，良好级5块，完美级2块，以此类推。好的，没问题。您失去了1块生肉，获得铁矿石6，完美级土豆种子1。随后陈浩又将土豆种了下去。土豆种子完美级，生长周期21天。不错，等个21天就可以吃到土豆了，时间也不早了，是时候该休息了。话音刚落，小木屋突然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发出巨大的声响，就连整个小木屋都摇晃了一下。陈浩走出种植室，突然感受到一丝寒意，仔细一看，木门角落一个有着人头大小的黑洞出现在陈浩的面前，紧接着出现了一只毛茸茸的爪子，那个爪子浑身漆黑无比，但却是孔武有力，锋利的爪子硬生生的将地面给抓出数刀爪痕。此时木屋两边再次传来撞击的声音。难道还不止一个怪物？不行，得想办法将这黑爪给废了，否则等其他地方也被怪物给攻破，那就更加的危险了。陈浩的目光盯着眼前的黑爪，眼眸中都是冰冷，还有着丝丝的恐惧，根本就不敢靠近这个黑爪。但听着其他地方发出的声音，心中也就更加的恐惧。这个小木屋根本就挡不住这些怪物，一旦继续拖下去，那等着自己的就只有死亡。不管了，拼了！特么的，去死吧！传说级石斧破开怪物的防御，顿时就让怪物鲜血直冒，外面更是响起怪物惨痛的声音。飞爪挣扎着退出小木屋，一双闪烁着绿色的光芒出现在洞口，宛如幽灵般盯着陈浩，吓得陈浩下意识的后退了好几步，但他还是强忍着恐惧，举起石斧对着门外喊：特么的，有本事进来，老子不是好欺负的。与此同时，另外2只怪兽也没再继续攻击小木屋，似乎是察觉到同伴受伤了。随后陈浩通过破洞看到了外面的情况，虽然看不清楚怎么回事，但却能看到2双绿色的眼睛盯着那受伤的怪物。这2只怪物不会想给自己同伴报仇吧？不行，得想个办法将这些怪物给驱逐，一旦他们继续攻击这个破洞，后果绝对不堪设想。也不知道黑夜中的那些怪物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害怕的东西？生存手册上说过，这些怪物不会在白天出来，所以白天的时候很安全，只有在黑夜的时候，这些怪物才会出现，所以这些怪物很大可能畏惧光，所以白天的时候才不敢出来。陈浩思索片刻后，脑海中立刻出现一个大胆的想法。陈浩拿着木棍来到火炉前，借着火炉的火焰一下就点燃了，随后直接扔出破洞外。刹那间，外面就响起了惨叫的声音。陈浩顺着破洞朝外望去，清楚地看到一只漆黑无比，宛如一只巨大狼狗的动物，身上燃烧起火焰，朝着远处跑去。
没想到火焰居然还能伤到这些怪物。这夜晚外面有够冷的。系统修复木屋。木屋破损严重，修复需要15木材，是否进行修复？修复。正在修复破损的木屋，预计需要10分钟。恭喜你杀死了成年野狼。由于您是全世界人类里第1位黑夜中杀死成年野狼的人类，获得屠狼勇士徽章1枚。杀死了野狼，被火烧死了吗？屠狼勇士徽章，全世界第1位黑暗中斩杀恶狼的人类才能获得此枚屠狼勇士徽章。佩戴此徽章将对一切狼族生物造成10%的威慑，伤害效果加成100%。哦，我靠，不愧是第1位斩杀野狼才能得到的徽章，这个加成效果确实牛逼。紧接着，世界频道也发出全服公告。全服公告，有人类黑夜中杀死野狼，获得屠狼勇士徽章。屠狼勇士降临天黑世界，野狼和狼人一族颤抖吧！大佬牛逼，居然能弄死野狼！我操，还有人敢出小木屋！嘤，人家躲在床上不敢出去，大佬都把野狼给屠了。这位大佬不是那位有着很多生肉的大佬吗？连野狼都敢屠，难怪有着那么多生肉。大佬有多余的生肉吗？可以施舍一点给小弟吗？等一下，狼人一族。这世界还有狼人一族，这个世界既然有着狼人，那岂不是说也有着兔娘、姑娘和猫儿娘这些生物？也不知道有没有天使等等存在。您的选择次数已刷新，请进行选择。选择1，传说级天宫作物全书；选择2，传说级灵兽随机；选择3，一位极品美女 JK。签到系统终于来了，系统果然还是懂我。依然有着极品美女这个选项，不过天宫作物是什么？天宫作物，天宫作物记载了宋应星一生技艺，记载着家具制造等手法。哦，系统为何天宫作物带着传说2字？传说级天宫作物制造最高为传说，最低为普通品质，一切看材料决定。我还以为随便一个材料都可以制造出传说级的，看来是我自己想多了。在心中简单的权衡了一下后，陈浩也很快就做出了选择。系统，我选择1。在心中简单的权衡了一下后，陈浩也很快就做出了选择。系统，我选择1。虽然极品灵兽诱惑很大，但却不知道是什么灵兽，并且他现在也没有足够的资源饲养灵兽，所以暂时不能选择极品灵兽。而传说级天宫作物属于木匠的神书，里面记载着很多木匠的手艺，可以制造出很多的东西。恭喜您做出选择，获得传说级天宫作物。检测到您获得新的技能书，是否进行学习？学习。伴随着陈浩同意学习，陈浩手中的天宫作物顿时就消失不见。紧接着，陈浩的脑海浮现出大量的记忆。恭喜您学习新技能天宫作物传说级，宗师级工艺，大幅度提升木工品质，最低级为良好品质，最高为传说级。最低为良好品质，那岂不是说我用普通材料制造出来的工艺品也全部都属于良好品质的？到时再拿去倒卖，这一波血赚。翌日凌晨6点，睡醒了的陈浩起身到火炉边架起了2块生肉，雨林英也跟着飞了过来。这是饿了。半小时后，雨林英叼着肉到了角落，陈浩坐在火炉边各自吃了起来。你投喂了雨林英幼崽，好感度提升50，训练度60，良好，忠诚度60，良好。此刻的雨林英幼崽愿意听从你的命令，但请注意不要太过分，否则雨林英幼崽有可能拒绝。现在可以命令雨林英了，今天的加成效果有点大啊。系统查看下今日天气。今日气温8度，温度不是很高，请注意保暖，白天时间会持续5个小时左右，请注意留意时间，天黑前赶回小木屋，天黑倒计时4点54分。今日重点提示，人类，你可发现小木屋附近的资源逐渐变少，请努力升级小木屋，并寻到可以拉动小木屋的动物，将你的庇护所拉到资源富饶之地。可以拉动小木屋的动物，这小木屋还能移动，难怪凌晨时系统给出的选择中会有着极品灵兽的存在，应该就是知晓天黑世界给出的提示。看来下次做出选择的时候，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才行。该出门寻找物资了，你要不要随我一起出去？就这样，雨林英跟着陈浩出了木屋。你往这个方向向前飞，看看有没有野狼的尸体。雨林英幼崽接到陈浩的指令后，顺着陈浩所指的方向快速向前飞去，转眼就消失在陈浩的视野中。没过多久，雨林英回到了陈浩身边。什么？
你说你找到了野狼尸体，快带我去。随后，雨林英带着陈浩来到一处山丘，陈浩一眼就认出这就是昨天攻击小木屋的野狼，只不过此刻的野狼尸体已经被啃食的不成样子，下半身的肉已经消失不见，只有着白白净净的骨头。这是什么动物吃的？野狼只有下半身的肉不见了，而上半身的肉几乎是完好无损，似乎像是被锋利的刀将肉完好无损的从骨头上给剔下来，几乎没有留什么肉在骨头上。莫非这附近有着其他人类不成？你去看看这附近是否有其他人类的存在。随后，陈浩来到野狼尸体旁，准备将肉都给分割下来，却忽然发现这野狼的爪子完好无损。死的不是被我重伤那头野狼，真是奇怪了，重伤的野狼没死，反而死的是一只正常的野狼。不过此刻的他也懒得想那么多了，反正屠狼勇者的徽章都已经得到了，而这个野狼也已经死在这里了，将野狼的血肉给带回去就行了。花费了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陈浩这才将野狼的尸体给处理干净。虽然只有半点尸体，但没想到肉还蛮多的嘛，加上背包的生肉，总共有了40多块生肉。即便养着雨林鹰，接下来的半个月都不需要为粮食而担心了。也不知道这雨林鹰飞哪去了，还不回来。但陈浩也并未多想，而是动身探索起了周围。那是竹子。陈浩走了差不多700米左右，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有着一片竹林，陈浩心中顿时狂喜不已。有着天工作物这个技能的他，知晓很多竹子工艺，可以制造出很多竹子工艺品出来。随后陈浩来到竹林，系统提示也浮现在他的眼前。陈浩的目光锁定在绿竹上，只要见到普通品质以上的绿竹，没有丝毫犹豫，抬起斧头就是一斧子。不知不觉过了很久，天渐渐的黑了下来，陈浩的背包中已经有着50多根良好品质的绿竹，完美品质的也有着5根。系统，距离天黑还有多久？距离天黑还有1小时20分，还剩1小时多点，也差不多该回去了。陈浩没走多久，雨林英再次回到陈浩身边。你这是去了哪里？怎么现在才回来？你让我跟着你走。雨林英带着陈浩来到一处河边，只见一具黑漆漆的东西被泡在水里，爪子上有伤，这是昨天晚上被我重伤的那头野狼。现在天色不早了，陈浩可没有时间在这里将野狼分解掉，只好先收进系统背包，回到小木屋。大佬在吗？我这里有不少铁矿石，不仅有着完美级的，还有着完美级铜矿石，不知道大佬需不需要？需要，还是昨天的价格，普通级10换1，完美级的5换1。此时陈浩的另一个好友也发来私信，你还需要木材吗？还要的，价格还是和先前一样，同样是100木材1块生肉。大佬，我有25块普通铁矿石，3块完美级铁矿石，还有这1块完美级铜矿石，7块普通级铜矿石。我操，这么多的吗？这些你全部都要交易给我？是的，大佬。这些加起来，我给你5块生肉，你看怎么样？好的，谢谢大佬。我这里还有一些完美级石料，也全部一并送给大佬。好的，感谢。你失去生肉5块，你获得普通铁矿石27，完美铁矿石3，普通铜矿石7，完美铜矿石1，完美石料15。交易完成的瞬间，陈浩的面前就多了不少东西，满满当当的堆在地上，宛如一座小山坡。今天的收获不错，还差5块石料就能制作炼制炉了，马上就能步入铁器时代了。可以，我还是要5块生肉。又要5块？这美女到底是啥身份？她不会坐落在伐木场附近吧？有这么多的木材。好的，你发起交易吧。交易成功，你失去生肉5块，获得木材500。伴随着交易的成功，陈浩放在仓库里的木材顿时以肉眼可见的变多了数倍。这么多木材，应该可以先升级小木屋了。系统，升级木屋。升级3级小木屋需要500木材，是否进行升级？我擦，居然需要这么多木材！升级2级的时候也才需要200木材而已。算了，升级吧。正在升级小木屋，预计需要时间2小时59分。趁着这个时间做点什么好呢？算了，还是先将冶炼炉给搞出来吧，先给装备升级。0.1块生肉换5块完美级石料，有没有人愿意交换的？陈浩直接动用屠狼勇士徽章的能力，将自己金色大字置顶在聊天频道的最上方，也很快就有人注意到了陈浩。陈浩大佬出现了，完美级石料我有，大佬快联系我。我有完美级铜矿，大佬需不需要？完美级任何东西都需要，
5块完美级矿石可换1块生肉，10份完美级种子可换1块生肉，有需要出售的可直接联系我。信息刚发出，陈浩就收到了不少私信，他随即点开了一条。大佬，我有7块完美级食料，5份完美级苹果种子，可以换1块生肉吗？完美级苹果种子，天天吃肉，整点水果解解腻也不错。可以，上架后把链接发给我就行。好的。交易成功，您失去了生肉1，您获得了完美级食料7，完美级苹果种子5。天是上分的好日子啊，好日子。完美级苹果种子，良好种子的2倍成长速度，预计收成时间剩余15天。就15天时间，这速度也太快了吧！小木屋已经升级完毕，冶炼炉功能解锁。系统建造冶炼炉。建造冶炼炉需20石料，可选择各种等级的石料，打造出对应品质的冶炼炉。是否建造？选择完美级，确认建造。正在打造完美级冶炼炉，预计需要时间1小时。完美级冶炼炉已打造成功。冶炼炉完美级可熔炼各种金属，100%冶炼铁、铜等完美品质以下的金属，小概率提升其品质。100%冶炼出完美品质的金属，有概率将其提升一个品质，那岂不是有机会冶炼出完美品质以上的存在？打造冶炼炉期间，陈浩也收购了不少矿石，正好可以慢慢试水。因为刚刚开始，陈浩不敢用完美级试验，所以只能拿出普通级试验。正在冶炼铁矿石，普通预计需要1个小时。我擦，要这么久？很快，又过了1个小时。冶炼结束，请取出铁锭。打造一柄铁斧试试看。系统打造铁斧。伴随着陈浩的声音落下，地面上的石斧突然自己动了起来，陈浩手中的铁锭也同样飞了出来。天黑世界第6页，陈浩建造出冶炼炉，成功炼制出铁锭，并打造出铁斧。普通铁斧比石斧和青铜斧强大很多，砍伐木材和切割生肉更加给力。不错不错，有着这把斧头，就能做更多其他的事了。随后，陈浩又往冶炼炉里添加了不少铁矿。你帮我看着冶炼炉，我来处理这只野狼。什么？你说你只是一只鹰，说我连一只小鹰都要压榨？想要吃饭就得干活，不然我白养你了。无奈的雨林鹰只能被迫接受陈浩压榨自己的事实，老老实实的按照陈浩的要求干起了活，一点一点的往冶炼炉里添加木材。这样才对嘛，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望着地上的野狼尸体，陈浩拿起斧头就开始处理野狼。大概过了1个小时，陈浩终于将尸体处理完了。野狼多达300多斤，陈浩也相对的得到了300多块生肉。雨林鹰看到已经炼制好的铁锭，朝着陈浩发出一声鹰啼，提醒着陈浩铁锭已经冶炼好了。干得不错，那就继续给我冶炼铁锭吧。雨林鹰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只是一只可爱的雨林鹰幼崽，居然会被陈浩压榨到这种程度。新的选择机会已刷新，请宿主做出选择。选择1，传说级木工；选择2，传说级灵兽；选择3，极品美女水器。传说级木工系统，我选1。选择进攻，恭喜获得传说级木工。木工传说级，传说中的木工乃是特殊木材打造而成的武器，具有强大的力量可使用，力量加10，速度加10，锋利加3。还是系统懂我，正好没有远程武器，不过就是没有搞个技能出来，这玩意我也不会用。系统打造弓箭需要多少铁锭？1块铁锭可打造10枚箭头，10根箭头够用了。系统打造10枚箭头。强大的力量撞击下，箭头死死地插在木板之上，威力不错，可以猎杀一些小型野兽了。若是昨天的野狼再次出现，也能够他们喝一壶的了。忙碌了1天的陈浩，此刻也感觉到了困意。转眼4日清晨，陈浩往火炉中添加了些木材，又往铁锅里面添加了一些水，然后打开了天气预报。今日天气晴，气温18度，适合外出，距离天黑时间8小时13分。温馨提示：今日天气良好，可外出寻找资源，但请不要前往太远的地方，有可能会出现暴雨，从而影响归途。如有可能，请做好排水工作，不然暴雨有可能影响到你的庇护所。也请准备好生活物资，可能接下来几天都无法外出寻找资源。今天的白天时间挺长，可以前往更远的地方，只不过这个会出现暴雨是啥意思？这天气会出现暴雨吗？他目光透过窗户朝着外面望去，外面阳光明媚，
完全看不出像是要下雨的样子。你要吃生的还是熟的？好的。真爽，天天吃烤肉都吃腻了，整点肉汤喝也不错嘛。有好吃的自然也少不了雨林鹰，陈浩也给雨林鹰捞出2块肉，放在了桌子上。吃饱喝足的陈浩看向了窗外，看着外面的天气灰蒙蒙的，突然想起今天系统说过会下暴雨，他立马起身制造了一把锄头。陈浩来到小木屋外，拿起锄头就开始挖坑，一连挖了1个小时。排水渠终于挖好了，这玩意是真的难挖啊，累死老子了。这也太巧了，刚挖完就下雨了，这雨真大，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陈浩打开了世界频道，查看了一下其他人的情况。这雨怎么说下就下了？我都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物资呢。你们都回到小木屋了吗？我看到今天的天气预报提醒，我压根就没有出去。还没呢，正在往家的方向跑。咦，你们那边下雨了吗？我这边还是大太阳呢。同是大太阳，我这边倒是下雨了，不过是很小很小的雨，并没有什么影响。果然不是所有人类在的地方都下雨。思索片刻后的陈浩朝着自己的2个好友发去信息。此刻的陈浩就是想要弄清楚陈星和售卖木材的美女是不是和自己同属于一片区域。我这边下着小雨，你问这个干嘛？没什么，就是看看我们是否属于同一个区域。什么意思？同一片区域的天气应该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2人所在的区域天气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就很有可能在同一片区域。过了许久，陈星终于发来信息：大佬有事吗？白天的时候在矿洞里挖矿，没有注意到大佬的信息。今天又收集到多少？今天矿洞外面下着大暴雨，所以没有外出寻找资源，一直都在矿洞里面，收获倒是还不错。普通的铁矿石有着35块，完美级的也有着18块。铜矿石今天的收获不怎么，也就只有普通的2块。这些还是全部交易给我吗？是的。在矿石坑里面，除了矿石外就没有其他资源了，食物和水都没有，也不知道陈浩大佬有没有水资源。大佬，你那边有着多余的木材和水吗？能不能交易一点给我？有啊。太好了，我能用铁矿石兑换一点吗？我给你20木材，还有1大桶水，你将剩下的2块铁矿石给我就行了，加上所有的铁矿石，我再给你6块生肉。没问题，谢谢大佬。交易很快就完成了。陈浩付出了6块生肉，还有着1桶水以及20木材。同时小木屋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铁矿石。别看了，赶紧下来干活。好多水，还有这么多木材，这么多资源，足够我用上好几天的时间了。看着突然出现在面前的资源，陈星的眼眶不由微微的有些红润，因为他在矿石坑里面，除了矿石外，这附近都没有什么资源。眼前这场景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这2天的高强度工作，基本上已经消耗完石锤的耐久度，看来明天得重新整个石锤了。话说陈浩大佬收集这么多矿石干嘛？莫非他知晓如何冶铁？大佬，你会冶铁吗？你问这个干嘛？我想要一些铁制品，方便我更好的收集铁矿石。你想要什么？一把双头锄，然后就是铁锤。大佬，你给个价格吧。老实和你说吧，铁锤和双头锄一共需要2块铁锭，而10块铁矿石只能打造1块铁锭。我也不要你多的，只需要你30块铁矿石就行。鉴于你手中暂时没有铁矿石，可以拿生肉代替。谢谢大佬。天黑世界第7页。现在选择机会已刷新，选择1，传说级剑术；选择2，传说级灵兽；选择3，极品美女随机。刚来传说木工，现在又来个传说级剑术，这系统懂我，系统我选1。选择成功，恭喜获得传说级剑术。传说级剑术学习后可精通任何剑术，大大提升剑与命中率。检查到你有新的技能，是否学习？学习，必须马上学习。话音刚落，陈浩脑海中瞬间涌入许多记忆。剑雨破风飞出，直接洞穿木门。这么猛的吗？只是可惜外面下着暴雨，似乎并没有什么怪物出现，今晚应该能睡个安稳觉了。1个晚上的时间很快就过去。次日凌晨，陈浩早早就醒了。早就已经苏醒的雨林鹰见到陈浩醒过来后，顿时就连忙来到陈浩面前，朝着陈浩的手臂不停地蹭着。怎么了？这是饿了吗？也不知道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
陈浩看着外面的雨水，大部分都通过提前挖好的水渠排了出去，并没有影响到小木屋的安全。不过外面的泥土都是坑坑洼洼的，倒是有着不少雨水汇聚。由于外面一直下着暴雨，陈浩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只好从系统背包拿出之前砍的竹子，开始研究起编造竹制用品。花了半天时间，陈浩才编织了2个捕鱼笼和1个竹筐。编这玩意还挺费时间的嘛。大佬，我回来了。今天的收获是70块普通铁矿石，完美级铁矿石有这13块，普通铜矿石有这10块，完美级铜矿石有2块。今天的收获不错啊，有了贴稿，效率是快了不少。陈浩简单的计算了一下后，就给出了11块生肉的价格。陈星也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就同意了交易。伴随着铁矿石的出现，雨林英也乖巧的来到了冶炼炉前。不错不错，现在都这么自觉了。系统查看天气。今日天气暴雨，温度5度，温馨提示：暴雨下个不停，黑夜中的怪物不会出现，可以好好的睡个安稳的好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一连2天都待在家里，感觉整个人都要发霉了。很快困意来袭，陈浩闭上眼睛，不知不觉间就睡了过去。整个小木屋里面也就只剩下雨林英在工作。雨林英也练了3块铁锭后，感觉到了困意的他也不再工作，回到了房梁上休息。翌日清晨，陈浩早早就醒了。新的选择机会已刷新。选择1，传说级灵兽；选择2，传说级水井；选择3，极品美女。黑石。传说水井什么意思？难不成水还分等级不成？传说级水井可以涌现出源源不断的水，比普通的水更加清甜可口，可浇灌农作物和喂养宠物，提升其生长时间。我操，这么牛的吗？这玩意可是一个好东西。若是有着这水井，他种植的那些农作物就会加快生长，雨林英也会加速成长，到时候直接变成天空霸主，更好的帮助自己。但想到这里的陈浩，忽然有一个不好的想法出现在陈浩的脑海中。系统，这个水井可以带走吗？水井是固定建筑，无法带走。带不走吗？可惜了，现在的位置并不算太好，肯定是要搬走的，反正以后还可以刷新出来。系统，我选1。恭喜宿主获得传说级灵兽千里驹。伴随着系统的声音响起，室内养殖栏里面出现了一匹马。千里驹灵兽品阶传说，忠诚度100，服从度100。不愧是系统出品，服从和忠诚度都是100。我昨天才得到传说级剑术，没想到今天居然就得到了一匹宝马。陈浩来到养殖室，看着高大无比的千里驹，陈浩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从今以后你就叫黑岩吧。陈浩一直在小木屋里待到下午，直到外面没有下雨后，陈浩迫不及待骑上他的小马外出溜达。家里面并没有黑岩吃的草，得整点牧草回去。黑岩，停下。随后陈浩花费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砍了不少的牧草，然后看了一眼系统的提醒，将牧草和斧头收起来后，也就翻身上马。黑岩，回家。系统查看天气。天气小雨，温度3度，距离天亮15个小时。温馨提示：数日未进食，让黑夜中的他们饥饿无比。今晚很有可能会来袭击小木屋，请做好防御准备。今天晚上有野兽，木工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吗？陈浩正准备窥屏下世界频道，就收到了陈星的信息，表示要将自己的战利品都卖给陈浩，还是和往常一样，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选择交易。时间很快就来到半夜，黑夜中的怪物出现了。大佬，你那边有怪物出现吗？你那边也是一样。但只持续了半小时左右，屋外再次安静下来。大佬，我这边的怪物好像消失了，你那边怎么样了？我这边也是一样的。挂断了和陈星的通讯后，陈浩又打开了世界聊天频道。果然是一样的，看来天黑世界里有着规则束缚着这些怪物，让他们何时攻击人类，何时离开都有着规定的。天色已晚，陈浩也感觉到了一丝丝困意，就往床边走去。天黑世界，地不知道多少天。由于今日天气很好，陈浩一早就骑着他的小马出了门。对哦，今天还没签到。打开系统。新的选择机会已刷新。选择1，传说级鹰眼；选择2，传说级水井；选择3，极品美女。系统，这鹰眼是什么？传说级鹰眼被动技能，学习后可获得鹰眼能力，能轻松清楚看到500米开外的动向。我操，这个技能有点牛啊，配合着传说级剑术，简直不要太牛逼。系统，我选1。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牛逼啊！这么远的小蚂蚁都能看这么清楚，有着这个技能，还怕打不到猎物？黑岩，我们走。很快来到一片树林中，他就发现头顶上有只小鸟飞过。陈浩召唤出木弓，目光直接锁定那只小鸟，毫不犹豫地射出一箭。空中飞行的鸟儿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陈浩给射中了，快速地从空中落下。不错不错，来，赏你。发现大家伙立刻告诉我。随后陈浩找到一处茂密的牧草，陈浩让黑岩直接在这里吃，而他则是拿着斧头割起了牧草。发现猎物了，带路。羽林鹰一飞冲天，在天空上给陈浩带路，陈浩则是骑着黑岩在羽林鹰后面紧紧跟着，奔跑了大概1个小时后，陈浩突然看到了一群羊。卧槽，发财了啊！似乎还有这羊崽子，带回去看看能不能养。羽林鹰，我去驱散羊群，你看看能不能抓几只羊羔回来。黑岩，我们走。在每一个动物群体里面都有着一个领袖的存在，只要将领袖给拿下，其他的动物也就会不攻自破。一箭射出，直接洞穿头羊的身体，受伤的头羊家快速朝着前方跑去，身后的羊群见状也快速的跟在头羊的身后，但陈浩并没有着急追上去，而是再次拉弓，箭头对准着比较肥硕的羚羊，毫不犹豫的射出箭头，一时之间2头羚羊死在陈浩的箭下。没过多久，那只领头羊也倒了下来。看着跑远的羚羊，陈浩并没有去追击。今天有着3只羚羊，战利品已经很丰富了。这群羚羊已经没有头羊了，在没有新的头羊诞生前，这些羚羊都不可能离开这片区域的。羽林鹰这边也逮了4只小羊羔。今天收获不错。黑岩走，我们回家。陈浩轻车熟路的将3只羊给处理了，3只羊差不多有着160斤的样子，得到了100多块生肉，并且还有着3张羊皮。随后陈浩架起铁锅，将羊肉放进锅中，准备炖点羊肉汤喝。等待期间，他来到养殖室，给羊羔喂了点牧草。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陈浩习惯性的打开了系统，不想刚打开系统就接到了陈鑫的求助。我被人抓了，你可以来救救我吗？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小木屋不知道怎么被人发现了，然后外出挖矿的时候就被这些野人给抓住了。看到这的陈浩本想不再理会，他可不会为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冒险，但陈鑫再次发来信息：陈浩大佬，求求你救救我，只要你能救下我，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免费给你挖矿。看着陈鑫的信息，陈浩微微有些心动。如今他很需要铁矿土资源，而目前能大量提供给他的也就只有陈鑫了。陈浩想了想，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救下陈鑫的，若是有着其他人帮忙的话，也许可以救下陈鑫。将你的位置公布到世界，然后说清楚你那边有什么资源。大佬，我已经公布了，野人部落这里有着丰厚的水资源，野人所居住的地方不错，不仅风景很好，且还有着很丰富的资源，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野生动物，毕竟这个附近的动物全部都已经被野人给吃光了。陈浩打开世界聊天频道，发现确实有很多人心动，他们倒不是真心去救陈鑫的，而是为了所谓的资源，就打着救陈鑫的幌子前往。行吧，你把位置给我，但我可不敢保证我一定能救下你。好的，谢谢大佬。1个半小时后，陈浩到达了陈鑫所在的区域，而羽林鹰也发现了野人的身影。根据羽林鹰的指示，陈浩从黑岩身上下来，小心翼翼地朝着前方偷摸进去。陈浩继续向着前面摸进，没走多远，陈浩发现眼前出现了几个野人，正在湖边围着一堆篝火跳舞。在所有野人的前方，则是一个拿着骷髅骨杖的老人，他挥舞着骨头，嘴里面念念有词，似乎在祈祷，又似乎在祭祀着什么。看着这些野人，陈浩并不敢轻举妄动。这些野人似乎祭祀着什么东西，还没有想要杀陈鑫的样子，还是等其他人过来再说吧。陈浩随即退回到丛林，架起火来烤肉吃。很快就过去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陈浩大佬，那些人都到湖边了，一共有这5个人，你到了吗？我已经提前打探过一遍了。这时羽林鹰也飞了回来。怎么样？野人部落很大吗？有多少野人？没有其他的野人部落，就只有那么几个野人。你继续监视着那些野人，如果有其他野人出现的话，立即通知我。随后陈浩按照陈鑫的指示和拯救陈鑫的人见面。陈浩大佬，你都有宝马了，这也太威武了吧。我已经观察过附近了，就只有7个野人，分别有着4个成年野人，2个小野人，还有着1个老野人。我去吸引野人的注意力，你们去救陈鑫。陈浩说话间，
从背包里面取出传说级木弓，然后朝着前方就冲了出去。可这些人，他并不想要着太多的交流。天黑世界，任何人都得防备，就算是同类也必须得防备。若不是陈星对自己有用，陈浩都懒得过来支援。陈浩大佬都出手了，那我们也开始行动吧。陈浩很快就来到了野人部落，看着没有丝毫防备的野人，陈浩拿起木弓，对准着最强壮的男野人，一箭射去。男人本想在野人毫无防备之心时打致命一击，谁知经常在丛林中厮杀的野人，面对着危险早就已经变成了本能，下意识地移动了一些身子。本来射向男野人脑袋的弓箭，从男野人的脸颊划过。什么？这野人反应这么快的吗？男野人怒吼一声，拿起鼓棒就朝着陈浩追了过来。男野人的身后还跟着个女野人，那两个小野人也同样嚷嚷着跟了上来。两个最强壮的野人都离开了，现在该我们动手了。你们5个人是怎么做到一下全被抓的？那还不是因为他一见到野人就跑，那我们也只能跟着跑了。这叫拉扯懂不懂？谁知道那野人跑那么快？陈鑫，你那边情况如何？有没有被救出来？大佬，我们这边全军覆没。陈鑫，你刚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那群人全部都被野人给抓起来了。大佬，别说你不相信了，若不是我亲眼见到，我也不相信。我和你说，这群人见到野人时根本就不敢攻击，就只知道逃跑。果然没有一个靠得上的。不过想要救出陈鑫，必须先弄死这2个野人。陈浩再次拉弓搭箭，对准着男野人，但突然发现身旁女野人速度变慢了一些，更是大口大口的呼吸着。陈浩直接改变目标，将箭头对准了女野人。此刻很累也很疲惫的女野人丝毫没有想到陈浩的弓箭居然会射向自己，毕竟在前面的时候一直都是射向男野人的，他一时之间并没有反应。男野人看了女野人一眼，见到女野人受伤，整个人更加的愤怒，速度也加快了好几分。但就算加快好几分，也同样跟不上黑岩的速度。强大的生命力并没有让女野人死去。陈浩见此，操控着黑岩转身，绕开男野人，朝着女野人冲了过去。黑岩狠狠地踩在女野人的身上，巨大的重量硬生生将女野人的肋骨都给踩断。还在挣扎中的女野人顿时就没了动静。黑岩，全速冲刺！身后还在咆哮的男野人，陈浩并没有搭理他，而是操控着黑岩朝着野人部落冲去。男野人太过强壮，且自己的传说级剑术也奈何不了他，还不如先去消灭其他的野人。一名盯着人类自助餐笑得很开心的小野人，并未察觉到危险即将到来，箭头划破长空的声音响起，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然后倒在了血泊中。是陈浩大佬，大佬来救我们了，我们有救了。陈浩大佬，你在哪里？快来救救我们！面对着这些人的呐喊，陈浩没有任何的回应，依然隐藏在丛林中，和野人保持着很长的距离。都他妈闭嘴！你们是不是想害陈浩大佬跟我们一样被抓住？你们也不看看这里有着多少野人，陈浩大佬一个人可以对付吗？若不是为了救你，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隐藏在草丛里的陈浩，在野人们四处寻找的时候，再次起身射出一箭。那一箭稳稳地射中小野人的心脏，让小野人根本就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野人们围着野人小孩不知所措，他们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在此刻，老野人似乎发现了陈浩的位置，连忙朝着其他的野人报信。陈浩的目标也锁定了老野人，没有丝毫犹豫地射出一箭。黑岩，怎么办？陈浩大佬跑了，谁来救救我们？可恶，位置暴露了，箭头也用完了。虽然少了个矿奴很可惜，但还是保命要紧。陈星虽然很无奈，但也没有去怪罪陈浩。陈浩能来试试，他就已经很开心了。毕竟以他们2人的关系，还没有好到陈浩可以为他冒险的那种层次。就在陈星绝望，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在他的头顶上突然出现了一只雨林鹰，锋利的爪子在树藤上滑动着。你这是在救我？可这个树藤坚硬无比，除非使用锋利的武器，而雨林鹰的爪子并没有办法将这个树藤给划破。此时的陈浩还在溜着身后的野人，但陈浩突然想起那位出售木材的美女，她似乎说过她无意中得到了一个宝箱，好像就是在野人的部落找到的。在吗？什么事？我记得你上次说过，好像在一个什么部落发现过宝箱吧？是野人部落吗？很远很远之外的一位漂亮的美女，此刻站在一处废弃的小木屋面前，拆解着小木屋，然后将这些木材全部都收集起来。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你不会也发现了部落吧？发现了一个野人部落，所以我想知道你那个宝箱是不是在野人部落发现的？不是，我是在一处虎穴中得到的。野人部落是在宝箱中的一处藏宝图里发现的。一般像虎穴和狼穴这种地方都有几率刷新出宝箱，所以根据我的推算，野人部落里面也有着宝箱。好，我知道了，感谢。
若是为了救人而冒着生命危险的话，那陈浩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干的。可是为了宝箱的话，陈浩还是愿意冒这个危险的。得想个办法将这些野人全部都给干掉才行。此刻的陈浩还在思索着要如何将野人部落赶尽杀绝，面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野人，眼前的正是先前被陈浩当成狗一样溜达的强壮野人。他举起手中的补棒，快速朝着黑岩冲了过去。黑岩的速度太快，此刻已经刹不住车了。陈浩思索片刻后，决定以死相拼。黑岩冲！黑岩的脑袋撞击在野人的身上，硬生生的将野人给撞飞出去数十米远，在地上又滑行了数米。陈浩和野人硬碰硬，巨大的力量震得陈浩双臂颤抖，几乎都要脱臼了一样。黑岩，先回家吧。那些野人在失去目标找不到陈浩后，也就无奈的回到了部落。野人们累了那么久，此刻早就已经精疲力尽。回到部落后的他们，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而最强壮的那个人，此刻则是躺在地上，在他身旁还有着一些血，是野人吐出来的。被黑岩这么一撞，野人的肋骨断了好几根，五脏六腑也几乎都位移了，距离死亡也不过就是时间问题而已。这是黑铁斧，野人从哪里搞来的？莫非陈浩大佬已经……不好的想法也从他的心中逐渐萌生出来，想着陈浩大佬不会被这些野人给杀死了吧？不行，我必须得想办法离开这里，必须得去给陈浩大佬报仇。雨林英，能不能把那个斧头拿过来？雨林英的速度很快，一下子就冲到斧头前，将足足有着6、7斤的斧头抓住，就朝着天空飞去。等野人发现雨林英的时候，雨林英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黑市求生第10天，接上集。陈浩来到野人部落拯救陈星，不料野人太过强大，箭头也已消耗完，只好暂避锋芒。另一边则是雨林英将铁斧递到陈星手中，陈星轻松就将身上的树藤解开，随后陈星又给其他人解开身上的树藤。我们现在怎么办？跑肯定是跑不过野人的，只能消灭这些野人，我们才有这一线生机。这些野人这么强，我们要怎么消灭他们？拼死一战，听我命令，一起上，不要想着跑路，不然死的就是我们。在陈星的带领下，几人拼死反抗，以命相搏，硬生生将野人给反杀。先别管这些野人了，我们马上回小木屋去。陈星这边，几人已经回到了小木屋，他们大汗淋漓，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着，也不知道陈浩大佬怎么样了。今天好危险，差点就死在野人手里。最先逃的就是你，若不是你临阵脱逃，我们岂会这么快落败？要不是看在大家同为同族的份上，我早就对你不客气了。关你屁事！我害怕，还不能逃了不是？难不成你想让我死在那些野人的手里面？今天就这样，明天我们再去野人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物资。其他人闻言也都停止了无意义的争论，他们来这里自然就是因为物资而来的。陈浩这边也吃饱喝足，正打开世界频道，看看能不能了解下宝箱的信息。美女，问你个问题，宝箱是不是也有着等级？应该是有等级的，我得到的宝箱属于黑铁级的。行，我知道了。随后陈浩打开世界频道，直接置顶询问有没有人发现过宝箱。宝箱？这个世界还有这宝箱？宝箱是什么东西？怎么听都没有听说过。陈浩大佬就是牛逼，居然连宝箱都知道。宝箱是什么东西？陈浩大佬解释一下呗。陈浩发完信息后，目光就一直盯着世界聊天频道，但是所有人询问的都是什么是宝箱，基本上没有人说关于宝箱的事。天黑世界开启没有多久，没有人得到宝箱也正常。就在陈浩准备关闭聊天页面时，他的好友又发了一段信息过来。上次的肉快吃完了，我还想交换一点，这次你应该不差木材了，我拿一个好东西和你换，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对付野人。好东西是宝箱里面发现的吗？不是，是我在废弃部落中发现的，是一副铠甲打造图纸。叶星星得到这副铠甲打造图纸的时候，本想着留给自己使用的，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想多了。这打造铠甲的图纸则需要大量的黑铁，可他现在压根就没有铁，所以想了想，还是卖给陈浩，可以多换一点点生肉。这图纸我要了，你准备怎么交易？100块生肉。100块生肉是不是太多了？想必你也知道，现如今打造一副铠甲对于现阶段的人类有着多重要。行吧，上架交易吧。你失去了生肉100，你获得了黑铁铠甲打造图纸，检测到你获得新的图纸，是否进行学习？学习。你已学习黑铁铠甲技能和打造黑铁铠甲。得重新打造把铁斧了。陈浩突然想到，昨天在和野人战斗的时候，他的铁斧落在了平原上面，如今手里面早就已经没斧头了。前世听说过合成钢铁，也不知道青铜锭和黑铁锭能不能融合。说干就干的陈浩
立刻将青铜锭和铁锭给扔进冶炼炉中。半个小时后，陈浩成功得到了2个铁铜锭。不错不错，看来还是可以融合的。先打造一把铁铜锤子。伴随着陈浩的命令，已经快要破碎的石斧顿时再次自己挥舞起来，快速的敲打在铁铜锭上，将其锤打成锤子的模样。半个小时后，完美级的铁铜锤已经打造成功，而耐久度已经消耗完毕的传说级石斧，则是啪的一下成了无数的碎片。打造一把铁斧。很快，斧头也就打造出来了。这把斧头相比较单纯的黑铁战斧，要锋利好几分，似乎品质也要高上那么一点点。你们快看，陈浩大佬发言了。你刚说什么？你说陈浩大佬发言了，在世界频道，好像在10分钟前发言的，问关于宝箱的问题。这宝箱是啥？陈浩大佬提出来的，那必定是存在的。我们以后可以多注意一点。大佬，您没事？你没事？我们逃出来了，在野人手中见到你的斧头，我还以为你遇难了，还好你没事。我没事。你是怎么逃出来的？陈星也不犹豫，将雨林英怎么帮助他们如何挣脱数据，如何死里逃生都告诉了陈浩。牛逼，这也行。随后又和陈星约定，明天在野人部落见面后，陈浩也就挂断了和陈星对话。今日天气晴，距离天黑6点45分。温馨提示：今日天气明媚，可外出寻找资源，但注意不要出现在其他生物领地上，不然他们会将你当成入侵者。没有强大的武器前，请不要挑衅他们。今天白天时间挺长的，可以好好探索一番了。这里原来是矿洞啊！昨天晚上回来太过匆忙，众人根本就没有时间查看外面的情况，所以今天才知晓这里都是矿石。这里是矿洞，你们需要的话可以随便捡。那是陈浩大佬。陈浩大佬，你来了，这个斧头还你。我重新打造了一把斧头，暂时不需要。你不想挖矿的时候，可以外出寻找资源。虽然只是普通铁斧，但是相比较石斧，还是要好用很多的。这怎么能行？既然给你了，你收着就行，以后都为我提供点矿石就行了。那行吧，谢谢陈浩大佬。陈浩大佬，你昨天怎么扔下我们就跑了？闻言的陈浩根本就没有搭理他们，而是迈开脚步朝着野人部落里走去。你什么意思？别以为我们喊你一声大佬，你就真的以为自己无敌了？你信不信？但在下一秒，见到陈浩转过头来时，男人顿时就闭嘴不言了，因为陈浩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弓箭，此刻正瞄准着男人。只要他再敢废话，陈浩就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昨天陈浩大佬并没有放弃我们，而是因为箭头已经用完了，我们去寻找资源吧。其他人见状，也都跟上了陈星的步伐，只有一个人看着陈浩离开的地方，眼中都是怨毒。黑市求生第11天，众人来到野人部落寻找物资。陈浩这边正在野人部落中四处的寻找着，并没有发现宝箱，甚至就是一点点线索也都没有发现。就算是野人的茅草屋中，也同样没有发现宝箱，有的只是一些破烂。宝箱会在什么地方呢？大佬，你在看什么？没什么，再找点东西。这些茅草屋也没什么东西呀。对了，陈浩大佬，这野人部落边上还有个山洞，貌似也有野人居住过的痕迹，也许那边有你想要找的东西，你要不要去看看？哦，在什么地方？我带你去。陈星带着陈浩就来到祭坛处的山洞前。这个山洞很是隐秘，有着树木和山石遮挡。我看里面那些东西似乎像是野人居住的地方，不过我并不清楚里面是不是有危险。我知道，小问题，你进去看看，别墨迹，快点的。无奈的雨林英只能乖乖进去。没过多久，雨林英就出来了。陈浩确认没有危险后，也就进入了山洞。山洞并不是很大，但也有着差不多50多平的样子，散发着一股特别难闻的味道。陈浩有着老鹰的视力，就算不点火，也能看清山洞里的东西，发现这里除了茅草屋外，还有着很多诡异的物体。这是宝箱，果然有宝箱。陈浩突然发现，在洞穴的尽头还有着一个宝箱。大佬，你出来了。大佬，那边有着很多栗子，我们要不要去那边？栗子炖肉也挺好吃的，我们可以收集一点。虽然栗子什么的陈浩也想要，但那边毕竟都是陌生人，他现在还得到的宝箱，万一这些人起了什么坏心思。不用了，你们去吧。那行吧。在陈星离开后，雨林英飞了回来。什么？带路吧。陈浩跟着雨林英，很快就来到了一片山崖处，这是野人祭祀旁边的高山上，下方则是一处古潭。陈浩低头望去，又看了一眼四周，并没有看到任何一样的东西。这里什么都没有，你带我来这里干嘛？就在陈浩思索时，忽然一条3米多长的青色大蛇自草丛中飞出。一直跟在陈浩身后的男子见到陈浩身上的大蛇时，他脸色一变，见到陈浩被攻击，心中顿时开心不已。
让你丫的威胁我，现在倒霉了吧？现在陈浩被缠住，一点力气都使不上，正是对付陈浩最好的机会。可虽然心中想要对付陈浩，但男子却是害怕大蛇，根本就不敢上前丝毫。别愣着了，快去给我叫陈鑫过来！不吵，他有着能听懂命令的宠物，不管，拼了，去死吧！敢威胁老子？应该没人看到吧？溜了。你怎么来了？怎么没有看到陈浩大佬？你让我跟着你走。什么情况？陈浩大佬出事了吗？你带我来这里干嘛？看了眼雨林英，看着雨林英的样子，心中突然浮现出不好的想法。他也不知道陈浩去了哪里。陈浩大佬不会出事了吧？黑市求生第12页，陈浩遇难，陈鑫号召其他人一起找陈浩。他们心里很清楚，陈浩的实力要强过他们很多。若是陈浩出事了，那必定有着很大的危险靠近。听到有危险后，几个人都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只有那个队长还在陈鑫这边。你不害怕？害怕肯定是害怕的，但我王天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陈浩大佬救过我们，我要是见死不救，心里会一辈子愧疚的。行，那我们一起，不要离得太远。陈鑫和王天两人合作，开始寻找起陈浩。而悬崖下的深潭里面，陈浩和大蛇一起从数百米的地方落下，狠狠地砸在水里面。还好有着蛇躯保护着，数百米的高空落下，砸在水里面和砸在路面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大蛇疼得龇牙咧嘴，蛇嘴上的力量顿时就变松了很多。陈浩腾出手来，一把剑雨出现在他的手中，对准着大蛇的嘴巴狠狠地扎了进去，一下子就冒出很多血液，身体也在此刻出现了丝丝窒息的感觉，让陈浩感觉到微微有些头晕，整个人变得昏昏欲沉。大蛇冒出的血液将潭水染成了红色，映照在阳光下，一直在天空上面盘旋。寻找着陈浩身影的雨林英敏锐地注意到了潭水中的红色，他快速地俯冲而下，很快就来到了水面上，清楚地看到了大蛇的身影，还有生命垂危的陈浩。那鸟怎么突然飞下去了？他是不是发现陈浩大佬？有可能，我们过去看看。你的意思是陈浩大佬在这下面？我先下去看看。陈鑫直接一头扎进水里，寻找起了陈浩。王天见状也跟着跳了下去。两人很快来到陈浩面前。我们怎么办？先将大蛇给拖到水面上去。好大的蛇肉，我们要怎么分？这蛇你们两个分吧，要不是你们，我都死在这大蛇手里了。这怎么能行呢？昨天要不是你，我们可就死在野人手中了。应该的。再说这大蛇也是你发现的。我们一人分一部分，今晚炖蛇肉吃。我这里有很多栗子，今晚栗子炖肉。好，谢谢。分走一些蛇肉和栗子后，陈浩没有继续在野人部落停留，而是骑上了黑岩，朝走自己的小木屋赶去。回到小木屋中，陈浩将一块生肉扔给雨林英，然后自己坐在了床上，看着雨林英的模样，陈浩的脸上都是无奈的神色。你小子今天坑我一把，还有脸吃这么开心？差点忘记了，我还没有签到呢，看看今天的签到什么。签到次数已刷新，请做出选择。选择1：传说级炼体术；选择2：传说级水井；选择3：极品美女。传说级炼体术，莫非这个世界还能修仙不成？系统我选1。恭喜宿主做出选择，获得传说级炼体术。传说级炼体术主动技能，每次使用后可强化自身体质，加快力量恢复、体力恢复。系统开始学习。在这极夜世界，当别人还在为食物发愁，而这个男人已经开始修仙了。传说级炼体术主动技能，每次使用后可强化自身体质，加快力量恢复、体力恢复。伴随着陈浩学习传说级炼体术，面前的技能书顿时就化成一道光芒，直接消失在陈浩的身体里。陈浩就感觉到身体里面似乎有着一股力量在流淌着他的四肢百骸，快速的消除他身体中的疼痛。不愧是传说级的东西，一下就减轻了身上的伤。陈浩大佬，你现在有空吗？什么事？陈浩大佬，你看看你有没有时间帮我们打造一口铁锅呗，我们想炖点蛇肉吃，我这石锅实在是不好用。没问题，你等我1个小时。陈浩那边怎么说？陈浩大佬已经答应了，我们只需要等1个小时的时间就行了。太好了，终于能吃上肉了。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吃上肉。陈浩大佬还是不错的，我这段时间一直靠他救济，若不是有着陈浩大佬，我可能都已经饿死了。
你有没有感觉今天陈浩大佬遇险有些奇怪？按照你的想法，陈浩大佬是在悬崖上，他为什么会跌进潭水里？不知道。陈浩此时也在想这个问题。你回来找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人或者怪物之类的？雨林英摇了摇头，在他的印象里面，当时还真的什么人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陈浩，也没有看到敌人，没有其他人，真是怪了。他明确的感觉到背后就是有人在推自己了，但雨林英和陈星他们都没有看到，这搞得陈浩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什么幻觉。算了，还是先看看那洞穴里的宝箱有什么东西吧。随后陈浩拿出宝箱，并将宝箱打开，里面的物品也很简单，只有一枚果子以及一块雕刻着特殊符文的石头，还有着一些搞不清楚的材料。这个果子是什么玩意？这果子上面似乎还有着一些特殊的力量，这股力量似乎在黑夜中出现过，但陈浩也不清楚这是个什么玩意。血脉灵果，宠物服用后可提升血脉，有机会激活特殊能力。哦，这玩意是给宠物使用的，也不知道能不能给黑岩使用。陈浩知晓了血脉灵果的作用后，起身就要将其喂给黑岩，但一旁的雨林英就一直盯着血脉灵果，眼中都是贪婪的目光。陈浩来到了养殖室，将手中的血脉灵果拿了出来，就准备递给黑岩。你干嘛？雨林英死死地盯着陈浩手中的血脉灵果，并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这雨林英该不会想要自己手中的血脉灵果吧？这玩意对于宠物吸引力这么大的吗？不行，这个东西不能给你，这是给黑岩的。陈浩直接绕开雨林英，就要将血脉灵果给黑岩。黑岩，吃下去。黑岩闻言，看了一眼陈浩手中的血脉灵果，眼中都是嫌弃之色。这个东西对你有好处，可以提升你的血脉，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大。可黑岩依然不为所动，丝毫没有要吃下去的意思。这个好东西居然不要，难不成因为黑岩是传说级，所以看不上这玩意？这个血脉灵果对你没有效果。血脉灵果居然无法提升黑岩的血脉。黑岩不要这个东西，陈浩也就只能给雨林英了。这东西你想要？你投喂了雨林英血脉灵果，雨林英很感激你，忠诚度提升100%，永不背叛。血脉灵果的事解决了，现在该问问陈鑫，当时是否有人离开？我倒要看看是哪个逼羊的。哎呀，这蛇汤可算快炖好了，这可是咱来天黑世界头一回喝肉汤，太不容易了。就是，我都快馋死了。陈鑫，你们白天捡栗子的时候，是不是有人突然离开了？没注意啊，陈浩大佬发现啥了？我当时被大蛇缠住，背后有人推了我一下，我所有注意力都在大蛇身上，没看到身后情况。所以你怀疑我们的人里面有人在背后推了你一把？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当时我们捡栗子的时候，有没有人离开过？有人离开过，那个黄雷虎离开了，后面好像也没见到他身影。黄雷虎，他和陈浩大佬有仇吗？对了，陈浩大佬拿剑威胁过他，不过陈浩大佬那么厉害，就算黄雷虎心里不爽，也不敢咋样吧。对哦，当时就他不在场，陈浩大佬出事他不在，出事时也不在。陈浩大佬推你的人好像是黄雷虎，当时你出事我们都在，就他不在，你还拿剑威胁过他，我怀疑他怀恨在心，这家伙真该死，亏你还救了他，居然能将仇报，当初就不应该救他，让他成野人的食物。好，我知道了，原来是这小子，提供黄雷虎喂之者，奖励10块生肉。陈浩发出信息的瞬间，聊天框内各种消息疯狂滚动。一棵古老大树下，黄雷虎坐在火炉边，悠闲地吃着烤栗子，脸上满是满足。谁这大懒上找我？你干啥了？居然让陈浩大佬向你发布悬赏令！陈浩他没死，不可能啊！那么高山崖还有大蛇，他居然没死。深夜，小木屋中，雨林英趴在房梁上一动不动，陈浩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突然，小木屋剧烈摇晃，陈浩从睡梦中惊醒。怎么回事？怪物又来了！野猪，难怪能撞动小木屋。那只狗熊没攻击，难道他是老大？擒贼先擒王，得先把狗熊解决了。该死，得在他摧毁小木屋前把它解决了。陈浩从系统背包拿出木棒，将其点燃，随后悄悄打开小木门，然后把火把扔向野猪。结果火把被野猪弹开，没起到作用。我去，这办法不行了。
还有3个多小时才天亮，这小木屋能不能撑住啊？差点忘了，我今天还没签到，希望金手指给力，给一个好东西。选择1，行云流水，传说级；选择2，传说级水井；选择3，极品美女。行云流水好像是个技能，而且是传说级的，死马当活马医，就选它了。恭喜你获得传说级技能行云流水，检测到传说级技能行云流水，是否进行学习？行云流水使用后可增加自身速度，最高可提升10倍，提升倍数越高消耗越大，提升时间越长消耗越大。这是提升身法的技能，太及时了。这里的夜晚充满着诡异的怪物，别人还在想着怎么升级庇护所的时候，这个男人却是主动出来猎杀怪物。傻狗，看这里！嘿，我靠，这狗熊的皮这么厚的吗？陈浩见斧头对狗熊造成不良伤害，直接转移目标。这行云流水也太消耗体力了吧！我才战斗不到10分钟，居然就要虚脱了。等待了2个多小时，黑夜完全消散，光明笼罩着整个大地。他看了一眼雨林鹰，雨林鹰依然还在净化血脉，并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我昨天杀死的野猪不是2头吗？怎么现在就只有1头了？陈浩皱着眉头，快速的在小木屋周围巡视了一圈，也并没有发现野猪的身影。莫非野猪被狗熊带走了？他的目光看着地面上的血迹，顺着小木屋流向森林中。狗东西居然抢老子的战利品！顺着血迹，陈浩来到了一处山洞，血迹消散在山洞里面。这就是那狗熊的山洞吗？朝着山洞里望去，山洞里面黑漆漆的一片，根本就看不清怎么回事。算了，还是等雨林鹰清醒了再说吧。陈浩转身就回到了小木屋，又在小木屋的周围割了些牧草，用来喂养小羊羔。至于黑岩的话，则在小木屋周围吃着牧草，不需要陈浩投喂。天气越来越冷了，得想办法整点过冬的物资了。他身上的储备粮可以吃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而如今又有着几百斤的大野猪，搭配上一些素食的话，可以吃上很长的时间。大佬，要矿石吗？今天的矿石有点多，不管你们有多少，我全部都要。所有的加起来，差不多有着150块。100多块？你开玩笑的？大佬，我和王天一起挖的，2个人一起挖的，所以就有点多。大佬，这么多你一起吃得下吗？陈浩心里面还在担忧，无法找到那么多铁矿石来打造铠甲。没想到陈鑫他们收集矿石的速度变快了这么多，按照这样的速度，不出短短1个星期的时间，自己也就可以打造出一副铠甲。不管你们有多少，只要我有肉都要。很快，所有的矿石都交易过来了。陈浩得到了150多块铁矿石，完美级的倒是没有多少，全部加起来也就只有20块，还有着1块稀有级别的铁矿石。稀有级铁矿石，铁矿石稀有，蕴含着一丝特殊的力量，可大幅度提升武器的威力。哦，陈浩大佬那边怎么样了？陈浩大佬收下所有的矿石了，他还说有多少就要多少，你可以想办法把小木屋搬过来，和我一起在这里捡矿石。太好了，以后就不用饿肚子了。上次叶欣欣说过，他的宝箱是在一只老虎巢穴里面得到的，也不知道那狗熊洞里面会不会出现宝箱，必须得想办法将这个狗熊给干掉了。很快又到了晚上，选择签到机会已刷新。选择1，传说级武器随机；选择2，传说级水井；选择3，极品美女。传说级武器，不愧是穿越者的金手指，果然就是懂我。黑市求生第25集。您的签到次数已刷新。选择1，传说级武器；选择2，传说级水井；选择3，极品美女。系统，我选1。恭喜宿主做出选择，获得随机传说武器纸虎。纸虎，纸虎，传说级，锋利无比，可轻易击杀敌人，可破碎山石。不愧是传说级武器，威力和坚硬程度都很强。昨天若是有着这玩意，指定能干掉那个狗熊。陈浩来到了木窗前，看向窗外。可惜，看来今天晚上狗熊应该不会来搞事情了，先休息吧。今日天气阴，今日温度3度，距离天黑6点15分。虽然今天的天气不怎么好，但距离天黑时间还蛮长的，足足有着6个多小时的时间。
也不知道这雨灵鹰什么时候能进化完。陈浩吃完早饭后，再次来到狗熊洞口附近碰碰运气，但陈浩在附近待了近2个小时，仍是没点动静。怎么一点点动静都没有了？狗熊冬天的时候似乎是要冬眠的，莫非开始冬眠了不成？得想办法，知晓山洞里是不是有危险，改天让小羊羔试试看。陈浩在附近割了点牧草，就回到了小木屋中。聊天频道里有人在对你，什么？自己看看就知道了。陈浩，你不是要杀我吗？有本事你就来啊！老子在家里等着你呢。废物东西，有本事来呀！都2天了，你他妈还不来？世界聊天频道里都是黄雷虎嚣张的发言。一开始见到陈浩发布的悬赏令时，黄雷虎的心中还很畏惧。对于陈浩的实力，他还是很清楚，毕竟那是可以斩杀野兽的存在。昨天的时候，黄雷虎在家里面担惊受怕了1天，根本就不敢走出家门1步。但是等了1天都没有见到陈浩出现，害怕中的黄雷虎也很快就想明白怎么回事，因为大家都不在同一个地方，距离也是非常的远。陈浩想要找到他几乎不太可能。这陈浩也不过如此吗？先让你嚣张2天又如何？可别让我找到你。那个黄雷虎这么得罪你了，居然让你想要杀了他。这家伙想杀我。那确实，对付这样的家伙就应该以牙还牙。对了，你还有肉不？给我来点。木材我暂时不需要，你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好东西，不过这个东西我想你应该有兴趣。什么东西？叶欣欣发来物品1。这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我完全看不懂。我也看不懂，不过根据我的推测，这上面的地址似乎代表着一处古老的秘境，有点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副本。至于里面有什么，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自然不需要，只是你确定这东西真的是副本？不确定，你要还是不要？你想要换多少生肉？20块。那行吧。交易完成后，陈浩损失了20块生肉，那1块石板也就出现在陈浩的手中。这上面确实看起来很像的地图，但似乎并不完整，只有一部分而已。这石板不是完整的。对呀，这石板只是一部分，完整的石板大概有着5块，只要凑齐5块就可以打开副本。不是完整的你还卖这么贵，你这不是坑我吗？公平交易，你情我愿的事，怎么能说我坑你呢？这个男人只因吃下系统给的奇怪果实，整个身体竟变得漆黑无比，皮肤上还布满了裂纹。签到选择次数已刷新，选择1，体质提升灵果传说级；选择2，传说级水井；选择3，极品美女。传说级体质提升灵果，这是个什么玩意？该不会又是给宠物使用的吧？黑岩传说级的体质已经很牛逼了，若是再提升一下的话，岂不是会更加的牛逼？系统，我选1。恭喜宿主做出选择，获得传说级体质提升灵果。体质提升灵果传说级，服用后可提升体质。没有提到宠物2字，这是给人类服用的。系统，这个东西真的是给我吃的？回宿主，这是给人类服用的，若是宿主舍得，也可以给宠物服用，可以增加宠物的属性。傻子才给宠物吃。只是一瞬间，陈浩就感觉到身体里面出现一股能量，快速的充斥着4肢百骸，身体在这一刻感觉到暖洋洋，身上的寒冷顿时消失了很多。但是下一秒，陈浩却是感觉到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声音也在小木屋里面回荡着。一晚上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操，我这是怎么了？只见陈浩浑身皮肤变得漆黑，身上布满了裂纹，还有腥臭的泥液。陈浩只是闻了一下，瞬间感觉窒息无比。此刻的他只想快点洗个澡。这地方不错。就在陈浩跳进水里的刹那间，本来还清澈无比的溪水，顿时就变成黑漆漆的。在溪水的冲洗下，陈浩身上黑色的皮肤碎片全部脱落。不愧是传说级的灵果，这变化也太尼玛大了吧！此刻的陈浩只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身体也轻盈了许多。我操，这速度快了1倍不止。本来10几分钟的路程，陈浩只用了几分钟就回到了家。刚回到小木屋附近，就见到雨林鹰叼着个绵羊在门口等待着。这是血脉提升了，还能自己捕捉猎物了，不错。也不知道现在的雨林鹰是什么级别的。宠物雨林鹰，种类凶禽，等级稀有，血脉杂血黑灵鹰，忠诚度100，服从度100。雨林鹰的体内还有着其他血脉，这黑灵鹰又是什么玩意？血脉都已经变了，确实不应该叫雨林鹰了，得给你起个响亮点的名字了，就叫你黑灵吧。今天收获怎么样？因为没有王天的帮忙，这2天的矿石数量下降了很多。王天目前正在探索着黄雷虎所在的位置，一旦有什么发现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让王天小心点，
发现黄雷虎后不要轻举妄动，等我们到了以后再说。陈浩大佬，你放心吧，我已经提醒王天了，他知道该怎么办的。你们当中有没有关于制造衣服类的技能书？制造衣服类的技能树，这个世界莫非有着技能树不成？技能树那是个什么玩意？没听说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没过多久，陈浩就收到一条私信。你好，请问是你需要技能书吗？我需要技能书，说说你的价格，多少生肉？不好意思，我不需要生肉。你不要生肉，那你想要什么？你要制造衣类的技能书，你手上应该有着可以制造衣服的材料吧？我想我们可以做个交易。我们现在不就是在做交易？我需要一些御寒的衣物，你做好衣服，给我2套御寒的衣物就行。2套？你这是不是要的有点多了？虽然这个图纸你可能会亏，但我保证未来不会让你吃亏的。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些情报，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秘密。这个世界有着什么秘密？不就是一个游戏世界吗？你也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游戏世界。既然是游戏世界，自然就有着怪物。晚上在小木屋外攻击我们的那些怪物，并不是真正的怪物，它们只是受到影响的动物而已。而我们所在的区域只是一个安全区域，也就是新手区域。一旦新手保护期过去，将会有着灾难发生，那个时候的怪物将不是人力可以抗衡的。你是怎么知晓这些的？你若愿意合作的话，我可以再向你透露一些消息。行，我答应你，技能书给我吧。你添加了素沁为好友，你有一封新的邮件，技能书已经给你了，记得早点把羊毛衫给我。黑市求生第27集。现在选择次数已刷新，选择1冶炼炉传说集，选择2传说级实景，选择3极品美女。传说级冶炼炉。陈浩的目光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目前所拥有的冶炼炉，只是普通的冶炼炉，一次性只能冶炼1块铁锭，并且需要的木材和时间也特别的多。系统，我选1。恭喜宿主做出选择，获得传说级冶炼炉。伴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陈浩的眼前顿时就出现了一团光亮，将陈浩拥有的普通冶炼炉给包围。普通的冶炼炉在光芒的笼罩下，也快速的发生了变化。等到光亮消失的时候，冶炼炉再次在陈浩的面前。有了新的冶炼炉，怎么能少得了陈心呢？陈浩大佬，有什么事吗？近期的矿石都给我留着，我全要了，给你看看我新整的冶炼炉。你这视频拍的好清晰啊！这是我新换的手机。你咋有钱换新手机了？前几天收拾了下小木屋，这不是把落灰的笔记本拿去卖了，反正也用不上。在哪卖的呀？我这也有不少闲置物品想卖。专好，我也去看看。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将山洞里的狗熊给干掉。黑灵，我们走。此话一出，黑灵就知道这陈浩又要利用自己来探路。快，别目击，快进去！陈浩见黑灵飞了进去，也跟着进到了山洞里面，走了差不多100米左右，终于来到了山洞的尽头。陈浩抬头望去，只见到面前有着一个巨大的洞口，在山洞的下方，则是有着一只狗熊，就是那天被陈浩所伤的那只狗熊。在狗熊的身下，还有着一只野猪，只不过此刻的野猪已经被吃的只剩下一半。黑灵也早已在此等待陈浩许久。黑灵，你先上。黑灵见状，立刻朝着狗熊扑了过去，锋利的爪子立刻在狗熊的脸上划出几道爪痕，就算狗熊力大无穷，也根本就碰不到黑灵一根羽毛。我操！那天一斧头狠狠地砍在狗熊的脑袋上，狗熊依然一点屁事都没有，这就是稀有级凶兽吗？这爪子这么锋利。不过黑灵的爪子虽然很锋利，但是狗熊皮糙肉厚的，只是幼年期的黑灵根本就无法杀死狗熊。陈浩将传说级指虎戴在手上，开启行云流水技能，直接启用3倍的速度加成。我操，这力量太恐怖了吧！看来下次的小心一点了。你击杀了狗熊王，由于你是第1位斩杀狗熊王的人类，恭喜你获得屠熊勇士徽章。你杀死了狗熊王，获得了世界点1。你杀死了狗熊王，是否进行全服通报？进行。这么装逼的时刻，陈浩自然是不会错过。现进行全服通报，人类玩家陈浩手杀狗熊王，获得手杀奖励屠熊勇士徽章。第1位斩杀熊王可获得，对于普通熊类产生压制和克制效果，不对王级熊类生效。分解。刚分解完熊肉，原本狗熊躺的那块石头上出现了一个宝箱。黑铁宝箱。
我操，运气这么好的吗？果然没有白来。黑灵，我们走，回家。回到小木屋后，陈浩才发现陈星2小时前给他发了条信息。陈浩大佬，王天发现了黄雷虎的位置了。告诉我，黄雷虎的位置在哪里？我让王天加你了，让他和你细说。陈浩大佬，你终于上线了。你发现了黄雷虎的位置？是的，我这几天一直都在和黄雷虎见面的位置搜索着，今天终于见到了黄雷虎。也不知道这个家伙哪里来的狗屎运，居然抓了一只野鸡。你在陈星家等我，我明天过来。说完后，陈浩也就挂断了通讯，开始整理起羊毛，准备这2天就搞出2件羊毛衫出来。至于黑灵的话，他早就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吃饱喝足后就乖巧去冶炼铁钉去。黑市求生第28集。签到系数已刷新，选择1木屋星级卡传说级，选择2传说级水井，选择3极品美女。木屋升级卡还是传说级的，什么意思？系统，我选择1。恭喜宿主做出选择，获得传说级小木屋升级卡1张。小木屋升级卡，传说级，使用此卡可以将传说级以下的小木屋升级为传说级小木屋。系统，传说级的小木屋有着天使的属性加成吗？根据陈浩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传说级的东西似乎都有着一定的属性加成。回宿主是有特殊属性加成，至于加成效果如何，请升级小木屋后自行查看。次日清晨，陈浩早早的就已经苏醒了，将小木屋升级卡用了之后，就骑着黑岩朝着陈星所在的位置而去。陈浩大佬，你来了。黄雷虎就在这里面吗？我们一大早上就在这里守着，并没有见到王雷虎出现，所以我怀疑他还在里面呢。陈浩没有丝毫犹豫，一斧头砍了上去。我操，这么硬的！陈浩看着一斧头没有砍破的小木屋，不由得感觉到不愧是系统给的庇护所，这能力真是足够逆天的。若按照正常的小木屋来看，这斧头下去，木门早就已经破了。是谁？是谁不重要，你只需要知道你小命不保就行了。陈浩，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他不是昨天才刚刚杀死朵寻吗？第2天居然就找到了这里来了，这速度也太快了。陈浩在外面疯狂挥砍，正当木门快要被突破时，突然一道天雷从天而降，狠狠地劈在陈浩所在的位置上，但是距离陈浩还有着一点的距离，几乎是和陈浩的擦身而过。怎么回事？大白天哪里来的雷？陈浩再次提起斧头就要砍在小木屋上，但不知为何，陈浩的心中顿时一慌，本能的感觉到自己若是动手的话，刚才出现的雷就会劈在自己的身上。思索片刻后，陈浩转身离开了小木屋。陈浩大佬，你怎么突然离开了？还有那道雷是怎么回事？对呀，就差一点了。感觉到那道天雷就是故意劈我的。我若是在攻击黄雷虎的小木屋，那道天雷就会直接劈在我身上。天雷在警告你，应该不可能吧？这些小木屋都受到一些规则保护的，我们人类无法破坏其他人类的庇护所。难道只有黑夜中的怪物才能破坏人类的庇护所？现在怎么办？那黄雷虎若是不出来，我们拿他一点点办法都没有。必须想个办法将黄雷虎给引出来。早知道会这样，我昨天就应该先抓住他的。慢慢来吧，那家伙身上并没有多少粮食，他迟早会出来的。我去盯着黄雷虎，不用你担心，黑灵会盯着他的。那好吧。交代给了黑灵任务后，陈浩便在周围开始搜索起资源。陈浩骑着黑岩来到这20级的悬崖下面。我记得黑灵带我来过这边，还有着一条大蟒蛇守在这里，莫非这里有着什么宝物不成？陈浩心里嘀咕着，操控着黑岩就朝着悬崖上跑去。这些蛇蛋怎么是这个颜色的？蛇蛋不是白色的吗？他将蛇蛋拿起来，顿时就感觉到蛇蛋里面有着丝丝的质感，就仿佛有着一团火焰在里面燃烧一样。真奇怪。陈浩也懒得研究，将所有的蛇蛋都收进背包里，然后继续探索着蛇蛋附近的区域。很快，陈浩就发现了一根奇怪的杂草，这杂草和周围绿色的草叶不同，这个杂草则是血红色的，并且还和人参的样子特别像。血灵参，灵级，补血良药，促进血脉净化，有几率激活特殊能力。这玩意可促进血脉净化，这东西好啊，用来炖排骨吃，顺便让自己的血脉再净化一下。陈浩刚刚伸手，突然感觉到一阵危险，他下意识的后退，和血灵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目光朝着前方望去，只见到前方出现了几条蛇，3条小蛇浑身呈红色，身上还有着纹路，宛如火焰在燃烧。黑市求生第29集，3条小蛇的体型都在1米之上，最长的几乎已经快要接近2米，每一条都差不多有着成年女性的手背粗。这里怎么会有大蛇？陈浩死死地盯着3条血红色的蛇，身体也在不停地缓缓后退，最前面也是最大的蛇，直接朝着陈浩发动了攻击。见到蛇扑向自己，
陈浩的手中下意识地出现一杆长枪，对准着最前方的蛇狠狠地砸了下去。丝毫没有反应过来的红蛇，硬生生地挨了陈浩一枪，被陈浩一枪拍打在地上。黑岩快！陈浩从系统背包中拿出木弓，目标直接对准冲向自己的红蛇。在他发动攻击的一瞬间，手中的箭羽也飞了出去，锋利的箭羽直接穿过红蛇的头颅，带着他的身体快速的朝着身后飞去，死死的定在大树上。黑岩转回去。陈浩操控着黑岩，向着另一条红蛇冲去。黑岩抬起双手，一脚打下，红蛇直接陷进土里，无法自拔。活着不好吗？跟我抢灵草！陈浩将蛇肉收进系统背包后，又回到了血灵参这边。他环视了周围一圈，确定没有任何的危险后，立刻伸手将血灵参给拨出来。奇怪了，这次击杀凶手怎么没有宝箱？难道这血灵参就是击杀奖励吗？陈浩心里嘀咕着，就往陈鑫的小木屋赶去。而在深潭里面，突然露出一个巨大的头颅，目光看着陈浩远去的地方，眼中都是深深的怨气。怎么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我的错觉吗？陈浩大佬，你回来了。黄雷虎出来了吗？没有，这是我刚才斩杀的，给你们了。谢谢大佬。陈浩大佬，你是从哪里猎到这些蛇的？这些蛇似乎都不是普通的蛇，这应该是凶兽。凶兽？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凶兽。陈浩大佬，这凶兽是啥意思啊？凶兽则是比野兽高一个等级。陈浩并没有和两人解释，而是告诉两人凶兽比普通野兽要强上很多，以他们的能力对付不了凶兽，若是见到凶兽第一时间就是跑。总之，附近如果发现了凶兽的话，第一时间告诉我，类似于野人部落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哦，陈浩给他们交代完这些后，就往自己的小木屋赶去。陈浩目前想要快速成长，那就必须要刷怪升级了，因为打死凶兽后就会得到宝箱，而野人部落这样的地方，同样也可以刷新宝箱。陈浩大佬真厉害，都能猎杀凶兽了。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猎杀凶兽，现在想猎杀野兽都难。天黑世界遥远的天边，一处冰雪世界里，一名男子穿着单薄的衣服，几乎赤身裸体的站在冰雪世界里，在他的脚下有着一条白色的雪狼，雪狼身上流淌着红色的血液，将身下的白雪都给染成了红色。亲爱的，你好厉害，人家越来越崇拜你了。来这个世界这么久了，还没有见到其他人类。亲爱的，我不就在你身边吗？亲爱的，你斩杀雪狼，有没有得到勇气徽章？没有，雪狼也属于狼，所以并不是首杀，也不知道何时可以遇到强大点的猛兽，我一定要超过那个叫陈浩的华国人。陈浩回到了小木屋，传说级小木屋也升级完成。陈浩看着眼前的小木屋，他的脸上满是震惊。我操，这变化这么大的吗？看着比以前的小木屋结实了好多，进去看看。欢迎主人回家。哦，这传说级小木屋这么先进的吗？居然还有着家庭管家。陈浩迈进小木屋里，发现小木屋里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全部都比原来更加的宽阔。木床同样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原来那个破烂、摇摇晃晃几乎要破碎的木床。火炉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一个烟囱自动升到屋外，所有燃烧出来的黑烟也自动排到了屋外去，并没有像以前一样搞得整个小木屋里面到此都是黑烟。虽然都只是普通级的，全部都没有升级到传说级，但是相比较以前的时候，则是更加的好用了。不错不错，抽个时间将这些东西也都升级到传说级。话说这天色不早了，黑灵怎么还没回来？陈浩嘀咕着，然后走出了小木屋外，将白天晾晒在外面的羊毛给收集了起来。黑灵似乎听到了陈浩的声音，外面突然响起了黑灵的声音。此刻的黑灵盯着传说级的小木屋，眼里面都是懵逼的神色。他明明记得自己就是主人住的地方，可为什么小木屋却是不一样的？你大晚上的发什么癫？还不赶紧回来！怎么样，黄雷虎有出来吗？行吧，那你明天早点过去。陈浩将食物给黑灵后，自己也煮起了肉汤。陈浩大佬，黄雷虎有出现吗？黑灵刚回来，并没有发现黄雷虎有出来。陈鑫和陈浩闲聊了几句后，照常将那些矿石交易给了陈浩。黑灵，这些矿石麻烦你了。黑灵瞬间秒懂陈浩的意思，他没有任何的犹豫，立刻起身就去冶炼矿石。在这个时候，陈浩又突然收到了一条信息：在吗？你有什么事吗？这不会是来催我赶紧把羊毛衫做好吧？你前2天不是杀了个狗熊王吗？难不成他想要熊皮不成？熊皮我有需要，不能给你。若你真的想要的话，等我发现了新的狗熊后再给你。他不会误会什么了吧？你想多了，我不是要熊皮，也不是来催你交羊毛衫的。我找你
是想你合作个交易。什么交易？我想要问问，你杀死是狗熊王，熊胆还在吗？你要它干嘛？我在宝箱里面发现了一张药方，可以提升人体的力量，让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大。其他的材料我都已经收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一只凶兽的苦胆。凶兽材料制造强化体质的药物，我目前也没有缺的东西，你看看你可以出什么价？若是以往的话，陈浩倒是需要对方的药方来强化一下自己的体质。不过现在陈浩已经有着传说级的灵物，体质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所以那个药方提升对于自己而言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作用。我先看看我手中有什么东西。好的。你看这个可以不？我操，这家伙怎么什么都有，连马革的种子都有。陈浩如今已经有着羊毛了，只差一些麻革就可以制造羽绒服，那玩意的饱满程度可远远超过一般的羊绒衫了。马革种子虽然不错，但只有1颗的话，稀有级的只有1颗，但是完美级的我有很多，可以全部都给你，大概有着65颗，良好级的也有100来颗。你若愿意交易的话，我全部都可以给你。稀有级兽王虽然稀有，但是狗熊胆对于陈浩压根就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现在交易出去倒是挺划算的。虽然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既然你想要，那就给你好了，就算交个朋友吧。好的，谢谢。交易完成后，陈浩看着手中的麻革种，心中开心无比。不过他突然想到，他的土地里面都已经种了很多东西，并且很多都已经快要成熟了。对啊，叶欣欣，我记得他这么多木材，木屋等级应该低不了。有什么事吗？我有点事想要请你帮忙一下，你的小木屋应该已经开辟室内种植了吧？已经开辟了，不过我没有种植什么东西。那就好，麻烦你帮我种植一下这个呗，我可以每天给你1块生肉做报酬。没问题，你可以做衣服了。我得到这方面的图纸了。搞定叶欣欣后，陈浩也就去联系陈星和王天了。让我们帮你种马葛嘛，没问题。生肉就算了，那种植是本来就用不到，而且你今天还给了我们那么多蛇肉。好的，感谢。处理好这些后，陈浩正准备休息，突然想起一个东西。对啊，差点忘记了，还有个黑铁宝箱没有开。天灵灵地灵灵，保佑我可以开到好东西。